相，6月飞雪，此乃龙神警示。原是凤家庄2小姐凤芷楼，虽有婚约在身，与外族男子无媒苟合，败坏家风，罪孽深重，必须处决。速将凤芷楼沉塘。若有来世，我必将站在高处，绝不再任人欺辱。6日飘雪，这是不祥之兆啊！怕是又有妖魔降世。凤家庄生出个凤芷楼这个祸害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因为没有慧根，我便受尽他们欺辱，成了凤家庄和冷侯家联姻的牺牲品。如今凤云桥与冷侯宗早已苟合，我已决意悔婚，必须想办法尽快离开凤家庄。芷楼，二叔帮不了你太多，只能教你医术。就算你不能午休，也有个养活自己的门路。靠谁，不如靠自己呀。有劳兄长一直以来对长界的守护。我此次前来是受父王嘱托，引你回龙族圣地，完成与长界5金圣女的联姻，以此来维护圣地结界的稳定。魔气入侵，我们与魔族的战斗是生与死的较量，此事关乎天下苍生。我实在无法相信龙王令所说，唯有龙族与5金圣女联姻，才能拯救圣地结界，与天下苍生。你容止。界君宣布你为龙帝继承人的那一刻，你我的竞争就开始了。还是管好自己吧。你松手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莫名其妙出现在我家院落中？我的印记，什么印记不印记的？
你个人模人样的，该不会想讹我吧？我警告你啊，你要是再不出去的话，我就……我的印记怎么会转移到你手上？这是什么？我龙族力量的印记，为什么会到他手上？结界崩裂，愈发严重，圣地恐怕再难支撑下去。父王，父王，快去派人救哥哥，他遭到魔族重创，现在不知所踪。一生的修为，怎么会受到魔族重创呢？都怪孩儿没有，我听从您的命令，前往长界迎接哥哥归来，未曾想到长界遭到魔气入侵。当我赶到时，哥哥已身受重伤，神志错乱，不知所踪。我也遭到了魔族的暗算，没能及时跟上哥哥。飞燕白鹿听令，属下听令。你们速速前往长界，寻找龙子商的下落。龙族绝不能落在长界凡人的手中。是。即便龙族人赶到，楚墨商此时身负阳毒，也必死无疑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怎么弄不掉啊？你在干什么？我要帮你把腐肉刮掉，给你上药。刚给你吃了点药，稳定真气。你看你现在一激动，又严重了。你中了阳毒，你知道吗？这种毒很罕见的，我也只在医书上见到过。若是阳毒爆发的话，必定经脉暴涨而亡。荒唐！区区凡人竟敢定我生死！我是医师，你不信我，你信谁？但是我也不确定能不能帮你根治阳毒，现在只能帮你暂时的抑制毒性扩散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你也可以不治，但是你就不一定能够活过今晚了。芷楼妹妹，你站住！你怎么还有脸来这里？不欢迎你！我特意送来些名贵草药，来看看。冷侯宗，这里只有你我二人，别在这儿给我装大尾巴狼。你打的什么主意？我再清楚不过。男人嘛，3妻4妾风流一点不是很正常？你该接受现实。还真是癞蛤蟆娶青蛙，长得丑还玩得花。别在这儿给我胡搅蛮缠。风芷楼，我是看你还有几分姿色才对你客气的，别给点不要脸。那这脸我就不要了，送给你，反正你也没有。别说是嫁给你，就算在这跟你站在一起，我都嫌恶心。呸！先生，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你的夫君是谁。我就算是死，也不会嫁给你。你个贱货，竟敢私藏男人！凡人这点武秀，还妄想和我龙族抗衡？
你阳毒未解，怎能在此运气？我只是为了保护我的印记。哥哥，你就好好享受阳毒吧，我会看着你化为一滩烂泥。没有印记，人界的武器竟然能伤到我。哎，你怎么又起来了？怎么才能还给我？我再跟你说一次，不是我的东西我不会要。你想要拿走你的宝贝，先把你的毒压制住了保命。脱衣服，我现在给你上药。脱呀！您是哪家的大少爷？啊，行。如落花随流云，疏忽旧去无踪。如星月于旷野，你伤得这么严重，匆匆。你该不会是魔族吧？凡人，敢拿我和魔族相比？我还是给你上药吧。我看你也不是中毒这一种病，一口一个凡人。很痛吗？烛亮夜至晚风，拨乱发丝朦胧。如湖山对念头，说翻涌就翻涌。那些萍水相逢不爱，人去楼空。你写一枚浪花，惹一场海啸。情似一缕鸿毛，乘一座孤岛。那个，我叫凤芷楼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战死者为生，生死皆为保护天下苍生。触摸上。好了。你自己把衣服穿好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这个状态非常的危险，妄想自己的身份高贵，又武又伤又烦人的，你这样出去，小心被别人当成疯子。我告诉你，身份高贵不可亵渎的，只有龙神。龙神才是我们凡人的信仰。你只需要记住，这个印记我必须要取回来。我尽力配合你。你是否还记得，这印记出现在你手上之前有什么异象？如果能够重现，或许能把印记取回来。那天天降大雪，我想要救你，爱你的呢。现在大夏天的，怎么下雪啊？怎么重现啊？该不会要等到冬天吧？不用。哇，你的午休竟然能造雪啊！那我们试试。我们俩就这么站着等着。
这么看，他还有点姿色。我不想了。再等等。大哥，我的伤也没痊愈，你歇歇好吧？你自个在这等吧。你有完没完啊？没人性。凡人之躯，重伤之下却依旧想着救治于我，若我必死无疑，不如成全于他。你干什么？为什么抱着我睡觉？话要说清楚，昨夜是你发烧，我照顾你，太过疲惫了。你这么一个大少爷，你还会照顾人？你肯定是趁我受伤的时候对我图谋不轨，占我便宜。荒唐！任谁看见我们两个，都会觉得是你觊觎我，想占我便宜。你是男的，是雄性，雄性也是男的。男人在外面就是要自尊自爱，不做烂白菜。我为什么突然身体这么轻松？不多亏了我照顾吗？你的羊毒也缓解了不少哎。你是不是昨天晚上偷偷吃药了？我昨晚只是抱着你睡觉。你别说了，这印记怎么还在我手上啊？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去掉？事已至此，你也算救过我一命。在我取回印记之前，你先做我的仆人。什么？我做你的仆人？你现在在我家，我救了你一命，这怎么看起来也是你做我的仆人好吧？再说，你的宝贝现在还在我手上。依我看，这个印记啊有灵性，它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到了我的手上。如果你想把印记取回去的话，你就得帮我一个忙，带我去五京城。五京城那么大，肯定能找到办法将这个印记取下来。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我凭什么要帮你？我们凤家庄的女子在未成婚之前是不得擅自离开的，所以你帮我演场戏，配合我假成亲，这样我就可以离开凤家庄。绝无可能！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很冷漠，只懂得索取，不懂得付出。你不帮算了，我去找我二叔，我二叔指定有办法。你给我待在这里，不许出门。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弟子凤芷楼，愿龙神大人保佑信女早日离开凤家庄，早日出人头地。虽然我没有慧根，我不能午休，不能上前线，
但是我可以在后方为伤者疗伤治病，还请龙神大人保佑那个人，也可能是妖怪。哎，算了，不管了，希望他早日脱离险境，快点好起来。所以他虔诚返乡，是在向龙族许愿，所以这拜的是我。这破院子怎么容得下少主啊？他放着豪华龙宫不住，为何要蜗居于此？不会是想归隐山林，不想回龙宫了吧？少主他自有安排。少主，我找你找的好惨啊！好的很啊！听闻你居然长出了慧根，不过废物就好好当你的废物。这催情香啊，本来是想给我和冷侯宗助兴的，现在看来用在你身上更合适，便宜你了。什么？你圣地印记落到一个凡人女子手里？这可是你最重要的逆鳞幻化成的宝物，蕴藏着巨大的龙神之力，这是你跟魔族战斗的最后保障啊！所以要想办法尽快取回来。那我直接杀了他！我们龙族何时杀害过无辜人族？少主，既然您受伤中毒一事是聂荣芷所为，需不需要我们立刻回圣地禀报圣主？无凭无据，贸然回去禀报父王，只会引来陷害龙子的猜测。况且，我体内阳毒未愈，贸然发动龙神之力，只会引来更大的反噬，根本无法回到圣地向父王禀报。虽然我的印记还在他手上无法取下，但每次我靠近他，好像我体内的阳毒之症就会有所缓解。不过是常见会点医术的女子罢了，还会抑制阳毒，症状缓解肯定是跟圣地印记有关。呸！我看你就是见不得凤芷楼能帮得上少主的忙，少在这里碎碎念。一切尚未可知，无论如何，我们暂时还不能暴露身份。你们且随我观察凤芷楼一段时间。芷楼，芷楼，芷楼。印记那边有危险。芷楼姐姐，云巧让我来跟你揍娃娃，你看看我啊，你看看我啊！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啊！上！你再过来，我就杀了你！我就杀！我是贾玉啊，求求你了，放开！你别反抗了好不好？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，好不好，芷楼？你是来救我的吗？你若出事，我无法取回我的印记。那还不把我放下来？贾玉和凤芷楼就在屋里狗血。好啊，凤芷楼，你竟然在这里和野男人苟合！敢问公子是何人呢？闯我凤宅，伤我族人，
还要带走我的女儿，此为何意啊？我自然是来保护她的。哼，爹，你看他们俩眼神清白吗？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，跟他娘一样下贱。你在说什么？闭嘴！凤芷楼一直都是没有慧根的废物，遇到此男子之后却武修大增，怕是这两人早已被妖魔附体，非妖即魔，必须铲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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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必须够了！他只是我的病患，因为他身中剧毒，我要带他离开凤家庄，去找解毒的法子。我向你们保证，芷楼身上没有任何的魔气，该男子也确实如他所说。事关凤家庄的生死与清誉，这里轮不到你来为他求情。说得对，不能饶了这对狗男女。有什么事就冲着我来。出没生，出没生！若害苍生，命在自选。快点死吧！若自污秽，洗涤罪孽，何故迷真，沦为苦厄？放生山水，任彼此逍遥。速将凤芷楼沉塘。若我凤芷楼命大不死，等我出人头地，将与龙族一起战斗，必将你们踩在脚下。好啊，那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我们不光给你磕头道歉，给你筑庙立碑也未尝不可啊。那就记住你现在所说的话。为什么世界之大，竟容不下小小的我？人人都有慧根，就你没有。废物就是废物。咱们走。娘，因我生来没有慧根，不能无修，就连人人可欺，把我逼向绝境。没想到，在我最后的日子，只有萍水相逢的他，让我感到希望。为什么老天让我看到希望，又要把它夺走？上，谢谢你几次救我。对不起，把你连累，真的好不甘心。我想活下去。龙神大人，求你救救我！是浮生那一秒，绕不开，戒不掉，留我在回忆里微不足道。多亏大小姐帮我们除去了这个祸害。往后，凤家庄还要靠大小姐嫁到冷侯家来照顾我们。芷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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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叔来晚了。谁让你们动用家法的？啊！我是凤家家主，难道我的话都是耳旁风吗？爹，不是那样的。凤芷楼他本来就该死，而且这些决定是由长。
我就是太纵容你了。我一直以为你只是骄蛮任性，不曾想你竟然设计残害手足。清风，你平日里太过优柔寡断，我们众长老只是帮你做正确的决定而已。你们这群不明是非的老家伙，平日里就只会煽风点火、纵容淫巧、胡作非为。你看，这是谁？这在哪里？竹漫漫荒草中，萤火刹那稍纵。如两叶枝晚风，拨乱发丝朦胧。如忽闪的念头，说翻涌就翻涌。那些萍水相逢，不爱人去楼空。你写一枚浪花，惹一场海啸。情似一缕鸿毛，牵一座孤岛。是浮生那一秒，绕不开，解不掉，留我在回忆里微不足道。见一只蝴蝶，一场风暴。路过一行白鹭，天涯变海角。是谁浑然不觉，自顾自摇摆了。龙姐，刻骨铭心的雕像。你是龙族？落下一方青春，他们有没有把你怎么？一座古庙，繁星一动，怎么在街边难逃？是浮光那一角，追不回得不到，留一道挥之不去的记号。是龙神，都救了他呀！你看看，我不知道。我都写在那看见，这是大是怎么回事？龙神显灵。赤楼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二叔，让你担心了。不过我只楼福大命大，吉人自有天佑。是二叔来晚了，二叔应该护着你。风云桥，众庙的事情先放一放，欠我的响头该还了吧？你们两个陈塘都不死，就是两个妖孽，在这迷惑我们。你是睡觉没睡醒吗？龙族现身凤家庄，岂能容你如此污蔑？凤芷楼，你敢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我打的就是你，我打你还要挑日子吗？这些都是你欠我。和冷红宗行苟且之事，陷害杀我，用下三滥的手段想让贾玉毁我名节，污蔑龙族身份，满脑子只有男盗女娼的龌龊之事。作为凤家家主嫡女，嚣张跋扈，极度成性，整日里搬弄是非，不容他人。你，凤小姐，莫要触怒龙神，还不赶紧跪下磕头谢罪！就是跪下！跪下！跪下！别为他迷惑！什么龙族？凤芷楼，你也配跟龙神在一起？魔族，他们是魔族，是魔族，魔族！凤云桥，你快闭嘴！你在龙族面前做出了种种错事，你还死不认罪？你是要连累我们凤家庄整个家族不成吗？真是狗咬狗一嘴毛！你们这些为老不尊的老东西，自己的心思也没比凤云巧干净到哪里去，有什么资格骂他啊？凤芷楼，你可不要得寸进尺！是啊，你这叫什么话？骂的就是你这个老东西！
满嘴家族荣耀，掺和各家事情，实则以权压人，倚老卖老。怎么着？你岁数大了不起，你说的话就不可忤逆？我看你就是这个家族最大的搅屎棍。还有你，放着家中的老父亲置之不管，将糟糠之妻践踏如泥。若是你的老母亲知道你如此不孝不悌，她的棺材板定会都压不住。你的儿子就是块宝，你女儿就是根草，让她当牛做马的还不够，还要嫁给个老不死的当妾，最后只能在这里跳河自尽。我若是她，我定会化作厉鬼，夜夜索你命来。你到底？一家就是都是这个。风清风，没想到吧？你一心想要处死之人，现在完好无损的活着回来了，你很失望吧？这凤家庄对我只有生恩，没有养恩。我虽作为女子没有慧根，却也罪不至死。你们却对我栽赃陷害，要我陈塘处死。我凤芷楼这条命已经偿还，日后我们再无干系。芷楼，你误会了。芷楼，你是凤家庄的女儿，本应遵循传统，恪守本分。如果你真的想出去，只能嫁出去，否则永世不得离开。我是凤家家主，定会以死相阻。哼，好一个威风凛凛的凤家家主！不就是嫁人吗？我答应你，但是嫁给谁，我自己说了算。这么说，你们两个是他的手下，你们也是龙族啊？不然呢？你们也是龙？他们是鸟，归龙族管。那也不是谁想能服侍就能服侍得了的，他竞争压力很大。哎，你们龙族平时吃不吃饭？你们平时吃饭是不是跟我们一样，吃的也是大锅烧柴火？吃不吃大米饭？还是不吃东西呢？你们平时睡不睡觉啊？睡在什么地方？睡不睡床呢？也不对，水下应该也没有床。哎，那你们平时在水里的话，还需要喝水吗？哦，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你怎么这么多问题？平时我们对你们的祈祷，你们都能听见吗？有这么多人祈祷，哎，你说你们都能记得住，忙得过来吗？还有啊，我每次给你们的供果，你们都吃着了吗？那可花了我不少银子啊。我简直是太厉害了！我居然跟3个龙族待在一起。少主居然笑了，他以前从来没笑过吧？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。我听说你们龙族太子平时都会斩妖除魔，你们说说，我以后有没有机会可以和他一起并肩作战呀？这可是我从小到大最大的梦想。你的梦想很宏伟。芷楼姑娘，那我们聊聊正事吧。啊，你手上这个印记是我们家少主自己的逆鳞经过9981天锻造而成的，如果印记有任何损伤，我们家少主都会有不可预测的伤害，所以我们暂时不能离开，需要保护印记的完好无损。那我该怎么做？每次和你接触，好像我的阳毒都有所缓解，所以之后你需要寸步不离，待在我身边。那我有一个办法。讲。就是之前我说的，你配合我假成亲，带我离开凤家庄，我们找到高人，把印记取下来。我跟你发誓啊，在印记取下来还给你之前，我保证跟你寸步不离的。只有这一个办法吗？凤儿小姐，不论是假成亲还是真成亲，都不可能。假成亲这种事，在外人看来并不值钱，
只会认为你真的嫁给了我，这对于女子而言，非同小可。无法负责之事，恕我难以认同。是，你说的对。可是是我糊涂，我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。该死的凤芷楼！区区小事发那么大脾气啊？你谁啊？谁让你进来的？你想找凤芷楼的野男人报仇吗？我可以帮你。就凭你？他中了阳毒，我可助你一臂之力。芷楼，芷楼，芷楼，怎么啦？你说你要离开凤家，是有想嫁的人吗？是上次在房里那个男人吗？是上次房子里那个男人吗？你们进展到哪一步了？二叔，哎呀，龙族又如何？你现在不也跪在我的面前吗？楚魔少，你若现在求求我，兴许我会大发善心，饶你一命。求我呀！楚魔少，求我呀！啊！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楚魔商有危险？楚魔商，印记能让我感应到他的位置，应该就在这附近。楚魔商。楚魔商，几点多听见日如几号码？一别后12年之你有没有怎么样？没怕，我没事。我不怕，我没有印记。他有备而来，如今我身受重伤，印记恐怕也支撑不了多久。你快走！别说废话，总不能一直让你保护我吧？
好厉害！楚墨生，楚墨生，你坚持住！有飞雪落掌心，融化在檐下中。如一惊鸿一瞥，怎我难可一梦？如漫漫荒草中，萤火刹那稍纵。如两叶枝晚风，拨乱发丝。这身上是寒气吗？难怪少主能活这么久。这个女子是九阴之身。九阴之身内有九阴之气，不是克制阳毒的利器吗？这位姑娘是我们少主的解药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愿臣服于五境少女的意志，听从汝之召唤，聆听吾之呼唤，前往此之彼岸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圣地印记的空间，苍龙阁。这是印记里的空间？那我是怎么进来的？印记与你相融，似乎使我们的元神也产生了联系。元神联系，就像是传说中龙族与圣女并肩作战，定下了共同生死的元神契约。是否同生共死，我不清楚。这圣地印记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秘密。但原本这里是我的私密空间，现在你也能进来了。那现在这里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空间？是，这里可以帮助恢复元气。那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啊？飞渊白鹿说的九阴之气，难道我真的能救你？是。我也不是那么没有价值。凤家人探寻不到你的慧根，或许与你体内九阴极寒之气有关。你是说我有慧根，我不是天生的废物？不止，你有9条慧根。哎，你就算是想要诓骗我帮你驱毒，你也不用开这么大的玩笑吧？待我帮你驱散体内的九阴极寒之气，你自然就会知道我所说是真是假。那有这样的好事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去啊！现在？那还等什么？就现在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对我动手呢？你不是要帮我解阳毒吗？你不是要帮我驱寒气？有什么区别？那你也没跟我说是这样驱啊？那这有别。万物皮相皆虚幻，
雌雄之分只是为了繁衍生息，而且话要说清楚，是你让我帮你驱散九阴之气，这也是解我阳毒唯一的办法。我要出去。少主到底去哪儿了？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少主，你们终于回来了！到底幻化去哪儿了？印记空间。原来如此，真是开眼了。这个小木雕这么神奇啊！毒解了吗？怎么了，芳儿小姐？是不是解毒伤了真气，身体不适？阴阳调和，按理不会有这种后果啊！原来你们都知道阴阳调和是怎么回事。不然呢？你们也太没羞耻心了吧！少主，怎么回事？毒没解成，他反悔了。看来人类真的跟我们想的不一样。锈迹斑驳的剑刺破了晚霞。你对我做什么呀你？你不是要帮我解阳毒？那你也没说是这样去啊。男人有别，男人在外面就是要自尊自爱，不做烂白菜。梦中梦见远去的他。不会是阳毒又发作了吧？怎么感觉少主脸颊通红？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少主有些异常？有屁就放。阳毒灼热会让人痛吗？你看他明显就是一种享受的感觉。你看，少主他又笑。这几百年来你见他笑过，他还笑过2次。冷侯家主，此来为何事啊？凤家家主活得真清闲，凤家庄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竟浑然不知。此话怎讲？昨日我儿在凤家庄的地界被凤纸楼打伤了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个说法？赶紧让他出来吧。二位稍安勿躁啊，待我把此事查清原委，定会给冷侯家主一个交代。你这车轱辘话，如今对我不好使了。我不是一个无事生非的人，但这件事，你现在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我要告诉芷楼姐姐，我去告诉芷楼姐姐，我要告诉芷楼姐姐。那对狗能你在一起，法力就会倍增。接下来时间还长着呢，我有的是办法。既然在一起不行，那我就让他们分开。哥哥，你就先在我布下的结界里休息休息。芷楼姐姐，芷楼姐姐，贾月，怎么了？你慢慢说。那2个坏蛋，冷侯宗坏蛋，他又来找你了，说你打他了，你快跑，赶紧走。简直阴魂不散。那就别怪我拿你凤家庄开刀了。有什么事冲我来。
好一个敢做敢当！是谁给你的勇气，让你打伤我儿？你老头坐摇篮在这装孙子呢！明明是你先偷袭的我还不能反击啦？满口胡言！我冷侯家岂会做出如此鼠辈之事？芷楼啊，我们本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何必要因为一些误会耽误彼此的终身大事？现在误会解除了，我们婚姻继续，好不好？我怎么可能和你这种鼠辈之徒谈婚论嫁？还是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主意？凤清风，恕我直言，你这个女儿真的是管教无方。从她的身上，我没有看到任何一点的礼仪廉耻。要不是我儿钟情于她，这桩婚事恐难维持下去。爹，我心系芷楼，认定她，我不在乎什么良辰吉日，今日便想与她拜堂成亲。自足。此事有些仓促了吧？礼义廉耻这4个字，从你们冷侯家嘴里说出来，还真是染上了臭味。我凤芷楼1不骄，2不傻，3不贪。我不会因为我庶女的身份就嫁到你们冷侯家，也不会明知道你们贪图我二叔的医术，就跟你们同流合污，出卖婚姻谋取利益。要想让我嫁给冷侯宗，只有一种可能。拿我的尸体结冥婚。让你站在我面前说话，已经是给了你天大的面子，你给脸不要脸！拜了堂，磕了头，你就是我冷侯家的人了。宗儿，拜堂成亲，一拜天地。飞云白鹿，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什么？哎呦，少主，怎么了？没有，没感觉到什么。结界，是二少主的结界。看来是结界切断了我和他之间的联系。少主，小心羊毒扩散！别废话！二拜高堂。夫妻对拜。不要！触摸伤。感
敢动我庇护的人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这是我们两家的私事，你无权干涉。宗儿，还不把你的女人抢回来！你怎么样？还好吗？我没事，我要保护我的印记。你别再运气了，这里交给我。只要我们携手并肩，就可以爆发无限潜能。还愣着干嘛？啊！从小到大你就一事无成，连自己的女人都看不住，你就是一个废物。有你这样的儿子，简直是我的耻辱！没用的东西，废物，废物！我不是废物，我不是废物，把我的女人还给我！宗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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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，来人，快点把车！宗儿，宗儿，没想到力量这么大。快，再快点！爹，宗儿，我老。宗儿，拿开下来吧。宗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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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睡着了，宗儿，宗儿，醒醒，宗儿。爹，我要让你失望。宗儿，我要让凤家庄为我而陪葬。多谢公子多次相助，既然你二人已表明心意，那就在凤家庄成婚之后，带他离开吧。这也算是了了我的一桩心事。不可以！他是你自己选的人，怎么不可呀？谁说我们要成亲了？你们都如此亲密了，不成亲，成何体统啊？芷楼啊，婚事就交给我们吧。成亲这种事情，哪能一厢情愿？你们就别瞎操心了。啊！你还坐着干什么？走啊，走！大哥，我们这次算是和冷侯家彻底解除了。这毁掉的可不单单是我们凤家庄与冷侯世家的盟约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婚事照办。刚才那个，你就当做没发生过吧。我知道你不愿意的。强扭的瓜不甜。你看少主，越来越有人样了。你现在越来越没有鸟样了。哎，二小姐，婚宴酒水分文不收，就算给小店做活招牌吧。二小姐，二小姐，恭喜恭喜恭喜二小姐，都是要当新娘的人了，得穿跟身份匹配的衣裳才行。二小姐，没有，去看看衣裳吧。二小姐，来我家，来我家。不是，二小姐，不是，看看衣裳。哎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其实你们，这边二小姐，快来，二小姐，不是这样的，真不用啊！哎，来人，
把咱们铺子新做的那套凤冠霞帔拿过来，快来快来，给二小姐长长眼。二小姐，这是咱们铺子手最巧的绣娘连夜赶工制成的。您看，锦溪红、金线绣暗纹蟒、鸳鸯石榴图案、孔雀绣云霞帔，这可是最好的料子啊！我不太适合吧？合适啊！老板娘，这是老板娘，我来取我的婚服。哎，我这婚服怎么在他这儿啊？大小姐，这是给二小姐准备的。你要是喜欢，就拿去吧。这个料子好啊！二小姐，您多担待。他肯定会喜欢。大小姐最近好像不太正常，疯疯癫癫的。这个，哎呀，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颜色不行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风云桥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我找到您了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风云桥，你谁啊你？你有病吧你？大小姐，咱回家，回家好不好？不回家，我不回家，不回家，不回家。你回家吃好不好？大小姐，张伟呀！大小姐，大小姐，来找我！少主，我去找凤纸楼。慢着，你都这样了，我自己休息一下就好。快去！真不知道少主是怎么想的，尽快找凤纸楼解毒就好了。我们龙族何必要听从凡人的意愿，还为他出头，真是可笑。凤儿小姐的命是她自己的，要不要给少主解毒，自然也是人家自己的事。但少主因为阳毒而死的话，我们要拿回圣地印记，他也活不成。飞云，我们家少主处处为你出头，你怎样才愿意为他解毒？你们龙族的喽啰就这么霸道？我不给你们少主解毒，你就要杀了我？行，你杀，你现在就把我杀了。反正我就是个什么都没有用，只会点医术的废物。我死了，你们少主就暴体而亡，给我陪葬。这样子，我一点也不亏你杀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不讲道理的女人。你都要杀我了，我跟你讲什么道理啊？我家少主杨都一直未解，昨日为了你的安危毫不顾及自己，他现在连命都不要了，都不想为难你。我。少主，不要忘了你的使命。少主，凤儿小姐是您最后的机会了。怎么这么严重？你还好意思问？少主冲撞聂荣芷的结界跑去救你，怕是为了你运了功，破了真气，拖了这么久，这身子早已是尸骨之痛了。越来越微弱了。你一区区凡人，为什么不肯救我家少主？你可知道他是谁？住嘴，飞云。你别忘了，你有印记保护，全靠我家少主。这可是他最重要的逆鳞所化，他保护你，就等于我家少主力量在保护你。够了！无论我能否解开阳毒，你们都不准为难凤之楼。若我有什么意外，圣地那边……你别说了，少主，你不救，我们自己想办法。谁说我不救了？没有人依靠，没有路可逃，泪不敢下掉，逆着风奔跑。
爱过、恨过、念过、错过，学会仰望力量，倔强生长。你不会后悔。再拖下去的话，你真活不过今晚了。手握着你给的滚烫的即便不见，信仰，凭着眼泪为着梦，执着生命里的伤。人生若一次，我就爱荡气回肠，只愿命运能给我一生回响。偏捡起的枪，那明擦曙光。听生命的浪，破世事无常。星光上。你读解了吗？多谢芷楼姑娘。你和印记已经签订了契约，现在只有你和我是苍龙阁的主人，除非我们生死魂灭。所以，你才这么重视印记？现在我阳毒已解，随时要回圣地复命，以后你就只能靠午休自保。我的慧根，你的9条慧根已经显现，会在适当时机激发，但这要靠你自己。对人族来说，有慧根只是开始，接下来是持之以恒的午休。只有靠午休，才能找到你真正的潜力，无限激发。楚梦裳，谢谢你。最近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，就好像是一场梦。似乎前一天，我还是凤家庄一个没有慧根又没有午休的废物，被利用，被嫌弃，被耻笑。可是现在，因为我要嫁给龙族，婚宴免酒水，婚服送上门，这从未见过的待遇，唾手可得。可是他们看到的，不是我凤芷楼，而是龙族的新娘。无需在意，做你自己就好。我要变强大，我要午休，我要让世人都仰望凤芷楼这个名字。我一定要去午间。
知二少主前来有何贵干？我听闻大哥身中阳毒未愈，甚是担心，所以便想来看看。二少主果然跟少主兄弟情深啊！夜已深，少主已休息，不劳烦二少主费心了。少主，成了。多谢，芷楼姑娘。弟弟，让你失望了。哥哥，这是说的哪的话？看你如今身体康健，我是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既然哥哥身体无大碍，那我这就回圣地禀报父王。哥哥保重。他也是龙族啊？他们两兄弟感情不和吗？少主的阳毒就是拜他所赐。还有那个冷侯宗，他那能耐怎么能伤得了少主？都是这个聂荣芷害的。还有那天，结界也是他布下，就是为了阻止我们去救你。明白明白，谁家还没有一个想弄死自己的兄弟姐妹呢？我想了很久，你现在这个毒也已经解了，我也没什么好避讳的。坦白说，你要想清楚了，假成亲这种事，在外人看来毫不知情，只会觉得你真的嫁给了我。这对于女子而言，非同小可。我就是想离开这里，我想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，我想去五京城闯一闯，而且我也想和你们龙族一起战斗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等我离开了凤家庄，到了五京城，我们就分道扬镳，你不要有什么包袱。我答应过你，一定带你离开凤家庄。少主，我们该回圣地了。明日我在宗祠等你。快点，都等着呢啊！哎，看着点儿，歪了，赶紧调整！快去，都等着用呢啊！看点脚下别摔了啊！我可跟你们说啊，这可是跟龙族联姻的重要日子，都不许给我出差错！大小姐，你怎么出来了？爹，我真可以啊！哎，大小姐，快来人，快去！哎呦，这灯笼可挂的呀！眼看吉时已到，怎么不见新郎官出现呢？不会出什么差错了吧？这龙族公子不像是出尔反尔之人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？
难道你真的不回来？我以为你会跟别人不一样。哎，来了来了，新郎官来了，可算是来了。 龙族公子果真气宇不凡啊！胖姑娘总算是嫁出去了，好福气啊！泪不敢下掉，逆着风奔跑。 爱过，恨过，念过，错过，却华丽良好。仰望力量，倔强生长，只为一生无望。手握着你给的滚烫的那一份信仰。 凝着眼泪为着梦，执着生命里的伤。人生若一次，我还以为你不会来。只愿命运能给我余生。让你担心了，芷楼，我来娶你了。 吉时到，新人入场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 我去看看。好。今天可真热闹啊！你还没回圣地？我要是回圣地了，那岂不是就要错过我哥哥迎娶人族女子为妻的大喜事了？凤家庄的事，我会和父王解释，无需你多言。也确实，这事也轮不到我插手。星云不语，也不是我能做的。你告诉父王了？那就圣地见了，我亲爱的哥哥。
芷楼，我有急事要回圣地一趟，向族人解释清楚这一切。聂荣芷幼生事端，恐伤及无辜。冰封剑在圣地印记里，你需要时可自行召唤。你把这么重要的宝物都给我了，我不在的时候，让他保护你。我会保护好自己。我等你回来。少主，真的该走了。我会信守承诺，等我回来。父王息怒，哥哥已经收到你的启示，我相信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。哥哥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相信你与人族女子私自成亲，定是有原因的。快向父皇认个错，解释一下。禀父王，我与凤芷楼成婚，是为了报他解我杨毒的救命之恩。杨毒，那是魔族邪毒，唯有具备九阴之气的人才能解毒，否则会血脉爆裂而亡。若非我在长界遇到了拥有九阴之身的凤芷楼，此刻我恐怕早已命丧黄泉。而我身上的阳毒，正是遭了聂荣芷的暗算。芷，何有此事？父王，我们龙族对决，向来都是不遗余力来证明自己的实力。我与哥哥对决，互伤在所难免，但我绝对不会用这种龌龊手段。若我真的要下毒手的话，那哥哥其实就不会安然无恙地出现在你面前。这么说，你承认在长界向我挑衅？父王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向父王隐瞒此事。兄长身负使命，即将继承龙帝之位，将来定然与我君臣有别，所以我才会一时兴起对哥哥出了手。但我也绝对没有想到，魔族会借此机会对哥哥下此毒手，害哥哥陷入险境。那时，我也同样遭到魔族的暗算。若哥哥不愿相信我的话，那我就以死谢罪。聂荣芷，掏心之痛，不及哥哥身中阳毒的万分之一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宁愿当日身中阳毒的是我，还请哥哥莫要辜负父王的期望，以及龙族的使命。不好了！冷侯爷带人杀回来了！快，所有人，快进议事堂！一切都是因我而起，我来承担。你刚开慧根，又对武修一知半解，你能起什么作用？哼！芷楼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凤家庄离了龙族的保护，什么都不是。你不要再添乱了。要打要杀，我来承担。怎么会让你来承担？在你眼里，多年以来，都是因为我的软弱无能，才连累了整个凤家庄，被其他家族看不起。我只是不想同流合污，想着以和为贵，却变成了任人践踏的窝囊废。
是我错了，我早应该追寻规则，善良只应该留给值得的人。知老，弟还有很多话没有来得及跟你说。这些年，真的让你受了太多的苦。你肯定恨爹很久了，今日是你的大喜之日，爹真的不想再错下去了。不要恨我，从今往后，谁也不许再伤害我的女儿。最后一次，听爹的话。给我围起来！是。你不是想离开凤家庄吗？走吧，别再回来了。啊！方清风，你说这些话什么意思？二弟，赶快拉芷楼回议事堂。你什么意思？方清风，你回答我，方清风，你什么意思？给我围起来！是。冷侯家主冷侯爷亲自登门祝贺。凤家庄不欢迎冷侯家的人。好大的口气！以你的午休，如今也敢这样跟我说话了？我午休的确不及你。多年来，你冷侯家处处欺压我凤家，我一直忍让，来换取凤家的安宁。没想到你得寸进尺，欺人太甚。今日无论我修为如何，只要我还站在这里，就绝不会再退让半步。好，我便给你这个机会，让你第一个为我儿子陪葬。你居然有4条慧根，隐藏得够深的老狐狸。不过，依然不是我的对手。现在呢？6条慧根，如此硬开慧根，无论输赢，你都要死。我不需要什么通天的本事，守护我要守护的人，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价值。圣地生死存亡之际，你竟在此胡闹！来人，将龙子纸押送到生命之树内，封禁思过，任何人不得为其疗伤。上，你的使命是
遵循龙王令的预言，继承龙帝之位，与五经圣女联姻，守护圣地。如今，你却因为一个人族女子的救命之恩，显示圣地印记，现在又做出在长界成婚，赠与冰封界的荒唐之举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。父王，儿臣阳毒伤重之际，那圣地印记不知因何与凤芷楼结起，且无法取下。儿臣此番回圣地，将冰封剑留给他，也是为了守护圣地印记的安全。圣地印记是你逆鳞所化，若无法取下，必然是你与此女子结下血气。除非她身死魂灭，血气解除，你的圣地印记方可归还。父王，芷楼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不能恩将仇报，更不能见死不救。这就是你要为了长界人族女子放弃圣地印记，放弃与五经圣女联姻的理由吗？眼看着圣地崩坏，看着魔界入侵，生灵涂炭吗？父王，将天下苍生寄托于一桩联姻，我实在无法相信。你大胆！父王，儿臣只是想用自己的方式守护圣地和天下苍生。杀了凤芷楼，取回圣地印记，迎娶五经圣女。如今你能做的只有这些。父王，芷楼也是万千苍生之一，他还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就算没有圣地印记，我一样可以守护圣地和天下苍生。二叔，风清风到底什么意思？傻孩子，你爹这么多年，他为你做了很多。他看似严苛，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别人伤害你。上次冷侯家想要对你出手，他必须先一步管教，才能避免冷侯家下狠手。二弟，你要答应我，今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一定替我好好照顾好芷楼。他每次教训了你，都倍感自责，派我给你煲汤送药。谁让你们动用家法的？啊！我是凤家家主，难道我的话都是耳旁风吗？天生不能午休，还想离开凤家庄去跟龙族一块战斗，废物就是废物。咱们走。你可知每次见你被人骂废物，云桥，他心里有多自责？欺负芷楼，知不知道错？他只能背地里教育凤云桥，可或许也是因为这样，云桥才会对你怀恨在心。娘，是你吗？他也想能见你娘一面，可他也无能为力。你爹对你的严苛冷漠，也只是他为了保护你而不得已为之。他宁可在你面前做个坏人，但他从未忘记过，他是你爹，你是他女儿。我爹。爹，你帮我看看，今天还好不好？爹，放心吧，我以后再也不给你做对。爹。
你拿血肉化作真气火来杀我！凤家庄第7杀人庄主凤清风，誓死守护凤家庄！爹，冷静吧。是我得意忘形了，没了伤，没了龙族，我还是一无所有的风之楼。我是这样，凤家庄亦是这样。凤之楼，凤家庄的所有人，今天都得死在这儿！你竟然还没死！你说的不是废话吗？现在才知道恐惧，会不会晚了一些？没有龙族的庇护，你们凤家庄在我的眼里就是一群蝼蚁，微不足道。爹，我杀了你！你休想再伤害凤家庄任何人！你这种废物，也配来阻拦我？我爹不会向你低头，我凤池楼也不会向你低头。9条慧根，9条慧根，芷楼才是真正的武学奇才啊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拿去！心想生死，也！
赤龙。凤鸟并非生来耀眼，终将振翅翱翔，准备迎接你的重生吧。天高云淡，东南入海，一念作望。清风逐月，冰封千里，心神归一。不念，无畏，无常。我感受到我体内的力量，这就是你的力量，你可以自由掌控它。如满那芳草中，萤火刹那稍纵，如两夜之晚风，我乱发丝朦胧。如忽闪的念头，说翻涌就翻涌，那些萍水相逢不爱人去楼空。你写一枚浪花，惹一场海啸，情似一缕鸿毛，牵引做不到。看来对你的处罚还是太轻了。恩人遇险，我只想确保他安然无恙。罢了，你报了恩，关系已了，也好全心投入与圣女联姻的事情当中。五京城传来消息，城主之女黎洛便是五京圣女的血脉。3日后，你亲自前往五京城验证血脉，不得再有忤逆。遵命。不要再耽误时间了，只要那凡人女子身死魂灭，即可拿回圣地印记。是。这是我娘。关于你的出生，关于凤家庄庄主的遗愿，还有凤家庄未来的命运，这些真相将由你自己选择是否要承担。芷楼，我的女儿，娘不得不离开你，前往五京，不得不封印你体内的慧根。只有这样，才能隐藏你真实的血脉，让你做个最不起眼的普通人，才能保你逃过命中最大的劫数。芷楼，莫怪娘，愿你平安。月娘呢？他知道你对他的情感，
怕你阻拦。这些月娘的画像，我等奉五京城主之命，前来带走贵府不久前出生的婴孩，请速速将人交出。大人恕罪，前一阵子我们凤家庄突发失忆，那婴孩已经暴毙身亡了。死了？小小婴孩高烧多日，皮肤生疮流脓，内脏都已经烧得腐臭，此时全身的溃烂，连衣服都一起烧尽了。我生怕传染扩大。来人！大人，只剩下这些了。节哀。大人，慢走。二弟，从今往后对外人别说月娘是我的妾室，她随外人私奔逃走。这个没有慧根的孩子，便是我的亲生骨肉。那他会活得很艰难，会成为你的耻辱，会被整个凤家庄所不齿，也会恨你这个父亲。只要能保护好月娘的骨肉，这种代价不算什么。孩子，以后你会吃很多的苦，但是父亲和你二叔还是希望你健康长大。有朝一日，天高任鸟飞。我恨了他这么多年，我竟然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们凤家庄势单力薄，我们一直怕意图谋害你娘之人察觉到你的存在，你爹只能隐藏你的身份。二叔，你们的苦心，我明白了。这么多年，谢谢二叔。若没有您教会我医术，我也无法在凤家庄平安的长大。这冷侯爷在死之前，给武京城发过一封书信，声称我们为了跟龙族联姻，悔婚在先。可现如今，你将冷侯爷打死了，恐怕在劫难逃。这其中的原委，我会向武京城解释清楚。若有责罚，也是我应该承担的。事情症结不在此城，而在武京城主是否愿意放过你。他须知你没有妨碍武京圣女与龙族联姻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此事。
我与楚慕商之间本就是场交易，况且我与他的假婚礼也并没有完成。那你现在作何打算？我娘说，去武京办完事就会回来。可是这么多年，她杳无音讯。你说，她是出了什么事，还是她……我现在既已知道真相，我就不能坐视不管。我要去武京城，找回我娘。你想清楚了吗？武京，那里可能面临重重危险。与其在笼子里困死，不如在飞翔时坠落，也算看过天空与日出。女儿黎洛拜见母亲。不错，不过你还缺一身足以与五经圣女身份相匹配的衣服。母亲最疼女儿了，那些不过是给圣帝看的花架子，最重要的是过几日的验身仪式。我乃五经城主，不能表现出对你的偏颇，但是我会给你这世上最好的一切。女儿知道母亲的用心良苦，不过我听说这凤家庄有个女子和一个假冒龙子的人成亲，他们想坏我的好事。就是这个表情，要让天下最尊贵的男人，未来的龙帝怜惜你。记住，你的目标是要成为这个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女人，成为龙后。只有这样，你我母女俩才可真正的长生不老。鬼头陀给城主请安。凤家庄那边要尽快调查清楚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坏了我女儿的好事。遵命。二小姐，我也没有什么好送您的，这花雕酒，路上喝。二小姐，这次多亏你出手相助，我准备了一些日常的衣物，您别瞧不上就行。凤二小姐，路途遥远，危险重重，虽然你身怀绝技，但是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一定要小心啊！是啊，小心啊！二小姐，要保重心啊！小心啊！你的心意，保重，保重自己。你们的好意，我心领了。各位乡亲，我此次去往武京城，自会尽力而为，也希望各位可以好生照顾好自己，照顾好凤家庄。芷楼，二叔，你这是？你去往武京皇城，势必要穿过腾蛇族的森林，那里险象环生，让我送你一程。二叔放心不下你啊。
少主，你身上的雷形之伤只恢复了皮肉伤口，其中内伤需要你以自身龙珠修养恢复，切莫再动用大量真气。少主，圣主给的3日期限已到，我们该启程五京城了。圣地印记必须取回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少主指的是？凤芷楼离开凤家庄了吗？已经出发了，凤家庄到五京城，沿途会经过腾蛇森林。五京城已经收到了你和冷侯爷传来的消息，您来迟了，冷侯爷已经被凤芷楼所杀。冷侯爷死了，是因为他自己无能。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你了，记着，你只能活着来见我。若凤芷楼不死，你就得死。这里就是腾蛇族地界，别看这树林平平无奇，可到处都是毒草，务必小心。这里抬头不见天日，只能依靠树叶的长势来区分方向。如果没有当地人引路的话，我们很快就会迷路。当年我为了采药误入此地，也是靠他人引路才走出去的。二叔小心！贾玉，贾玉，你终于不装了。这些年，你在凤家庄演的挺辛苦的吧？凤芷楼，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我的？在你想毁我清白之时，你的脉象根本就不是痴傻之人。放开！你这次前来，就是要阻断我们去五京城的念头。究竟是为什么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五京城容不下你的存在。芷楼小心！我现在已有9条慧根，你这点本事还不够看的。看来你已经被五京注意到了。芷楼，你到了五京，关于你娘的事情，千万不能轻易暴露。二叔，二叔，二叔，你去哪儿了？圣祖诞辰就快到了，祭品可有备齐啊？罗长老，每逢圣祖诞辰，都要献去活人少女。现如今咱们村中哪还有满足条件的女孩？再说了，如此伤天害理的传统，难道真的要继续延续下去吗？大胆！召集少女献于圣祖，是庇佑我腾蛇族唯一的办法。张长老，你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提出异议，怕是有逆反之心。咱们族中女子本就稀缺，再这么下去，我腾蛇族必会断子绝孙。张长老，你只怕腾蛇族没了女人，难道你就不怕圣祖雷霆之怒，扬夷全族吗？
既然找不到合适的祭品，我看还是按老规矩，放灵沁，让他做出选择。去吧，圣主的使者。快进来！不怕不怕，小玫瑰，孩子给我，把孩子给我，给我！我求你了，孩子给他们，他们全家都得死！我求你了，献给圣祖是我们的毒药。谢谢圣祖，长老慢走，慢走啊！慢走啊，长老。这样的家园，比活起来又有何用？张长老，仙人来报，森林陷阱里捉住一个外族男人，现已被关入地牢，去看看。长老问话，不许乱叫。外乡人，来腾蛇的领地是做什么？我无意冒犯，我们是前往五金皇城，只是借道而过。借道而过？我可是听说，昨日有人在林中大闹了一场。那只是林中遭遇了袭击，不得不自卫啊。那可是五金的顶级杀手，你竟然能全身而退？多亏了我侄女凤芷楼，我们还活着。没想到我们走散了，我又误入陷阱。请问长老，你们知道我的侄女凤芷楼她现在身在何处吗？您是凤家庄来的？是。长老，长老，我绝无恶意。长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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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个时机。怎么回事？献给他人，献给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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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。芷楼，楚若生，芷楼，芷楼，刚才是怎么了？森林瘴气会让人迷失心性，陷入内心最恐惧的梦境中。我来晚了，让你担心了。你也知道你来晚了，你怎么才来？你都有了9条慧根，还有各种法宝加身，还能让自己身处险境，不愧是你。你怎么又嘲笑我？我二叔不见了。这个森林里的瘴气特别邪门，一不小心就会进入幻境。我刚才看到一群女孩被困在一起，说要献给什么大人。腾蛇族有一处神秘的山穴，里面住着一位从未露面的圣祖，庇护着这片地界，才使腾蛇族安稳之境。刚才的瘴气，估计也是为了抵御外敌生出的。少主，终于找到你了。飞云白鹿，去找一下凤耳树。是。包在我身上。我们在此稍等片刻。
你说少主什么时候夺回印记啊？他要是不忍心动手，咱可以替他动手啊。少主自有安排，轮不到你在这里插手。二叔，二叔，感觉你这次回来和之前有点不太一样。我不是一直这样吗？我说的不是外表，而是你越来越像个人。你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。你这次回去，那个整天想置你于死地的兄弟怎么样了？他已经受到惩戒了。我从来不知道你在父王面前如此能言善辩。哥哥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不太懂你的意思。父王不在这儿，你不用假装善良。若不是我亲身体会到过你的恨意和背后插刀的本领，我真会怀疑是我的记忆出了差错。羡慕的话，你下次犯错学我啊。事到如今，还不知悔改。这次是我棋差一步，没想到半路冒出凤芷楼这号人物。我来只是想告诉你，无论我们两个谁成为龙帝，你始终都是我兄弟，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。不要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教训我，在父王以及整个龙族的眼里，我连与你争夺的资格都没有，他们的眼里只有你。我不需要你的怜悯和同情，更不需要这份兄弟之情。所以你这次回来，是找到取回印记的方法了吗？杀了凤芷楼，取回圣地印记，迎娶五经圣女。如今你能做的只有这些。少主，怎么样？找到我二叔了吗？回凤二小姐的话，我们没有看到凤二叔的身影，但你放心，我们也没有发现打斗的痕迹。少主，那边有呼救声。在哪？来救救我呀！救救我！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你不用害怕，我们不会伤害你的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是被选中献给圣祖的，我刚逃出来，求求你救救我们！戴着面纱，应该是腾蛇族人。我们？你的意思是，还有其他的女孩子？有好多，都比我小好多岁，她们都还是孩子，都要等着被献给圣祖。这是为何？这是我们腾蛇族的传统，每到圣祖诞辰，都要圣祖要吃人。什么？凤二叔不会被吃了吧？圣祖怪癖，只吃年轻女子，都是灵气从我们族人里选出来的。天哪！那鬼东西现在在哪里？就在祭坛后的山穴里。我们这就过去。那里很可怕，你们不怕死吗？飞云白鹿，先送姑娘回去。是。包在我身上。这边。被养大，只为了传宗接代，亦或是投喂给圣祖。这让我想到了凤家庄的女子们，没有自由，
人人鱼肉。这种行径在我看来与魔族无异。这所谓的圣族，如果要以这种方式彰显其威严，那他便是邪恶的化身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你走了以后，发生了很多事情。我爹他为了救凤家庄，牺牲了他自己。我想去五京城找我娘，可如今连二叔的下落都不明。我还想要去救那些女孩，可是我现在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别担心，我一直都在。神明不会为你做任何事情，但一定会听到你最真诚的祈祷。你能把你和你弟弟的那些事情处理好，就谢天谢地了。我没有再怪你离开的意思。如果我真的是龙神大人呢？就像你说的，神明不能为我做任何事情，所以我应该让自己变得强大。更何况，每次在我最危险的时候，你都会第一时间出现。隔着一道结界都能感受到其寒气，看来里面是极寒之地。凤芷楼，你这副身体撑不住的。都到门口了，你还想拦着我？我知道，你从小就想和龙族并肩作战。没有人依靠，没有路可逃。泪不敢下掉，逆着风奔跑。爱过，恨过，念过，错过，却忘了。仰望力量，倔强生长，却一生无望。手握着你给的滚烫的那一份信仰，凝着眼泪为着梦，只是生命里的伤。人生若一次，无私爱荡气回肠，只愿命运能给我一生回响。现在还冷吗？你刚才给我吃了什么？龙珠。龙珠？这圣祖地界应是千年寒潭所化，是极寒之地。你在此处若没有龙珠护体，不出一盏茶的时间，就会被冻作冰石。可是龙珠是你们龙族的修炼本命，你把龙珠给了我，那你自己怎么办？我是龙族，没什么大碍。可是你现在脉象越来越弱了，这跟龙珠没什么关系。那你的身体是怎么回事？我明明已经给你解毒了，你为什么还会有内伤呢？犯了错，受惩罚是应该的。都怪我，你这次回来我都没有好好的关心你，我都没有注意到你身上的伤。我总觉得你们龙族是不会有事的。从这出去，
过不了几天，伤就恢复了。现在我印记也摘不下来，冰封剑也被我收起来了，还有这个龙珠，不行，我得想办法把它拿出来。等龙珠在你体内流转12个时辰，我会帮你取出来。那这12个时辰你怎么办呢？如果冷了，你就给我些热量，别让我冻死就行。你现在还怪会开玩笑的。这就是圣祖山玄。天不怕地不怕的凤蛰楼，还怕这个？这可是白骨哎！你说这些白骨会不会就是那些无辜的女孩？不像。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！竟然有人亲自进来给我投送食物啊！藏头露尾的，出来说话！无知小儿，吾乃圣祖龙族，唯有吾这样的圣物，才能在这极寒之地生存。你们擅闯吾之领地，还敢出言不逊？他是龙族，不过是只蛟。蛟怎么了？我再修炼几年也是龙。巧了，你差不多是龙，但是他是一条正宗的龙，还不赶紧出来拜见！竟敢小瞧我！虚张声势，我来会会这个圣祖。那你要不去那边坐着？明白。哎你，哼。臭女人，敢欺负我！小小年纪不学好，什么臭女人？跟谁学的？你下手也太狠了吧！我堂堂腾蛇圣祖就没被人这样欺负过。多揍2次就好了。说，为什么用残忍的手段让整个腾蛇族成为你极端的信徒？我用力量滋养腾蛇森林，他们供养我，满足我口腹之欲，这种修炼方法怎么残忍了？你靠喝人血吃人肉来提升修为，你还敢说你不残忍？呸呸呸！人血这么恶心，我才不吃呢！我只吃他们上供的牲畜。你还敢撒谎？烧鸡，我最爱吃烧鸡了！我不活了，我老脸都给丢尽了。说了不吃人，我就是不吃人。腾蛇族人一直都是用牲畜来供养我的，不信你看，这是山羊，这是烧鸡，烧鸡有点多，我最爱吃烧鸡了。确实没有人骨。那腾蛇族给你献活人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造谣！我几百年来一直被困在此地，从未见过什么活人献祭。你是被困在此地？那道结界啊，至今不出，你们也出不去了。此地我生，有我圣祖魂宝在，保证你们吃喝不愁。请把你圣祖2个字去掉。你出不去，是因为你修为太低，但是他不一样。快要被冻死了！哎，楚梦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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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快醒醒！你别吓我！这里尽是极寒之气，时间久了他会被冻死的。那怎么办？
你们都有龙族气息啊？你体内是不是有龙珠啊？你的热量就可以帮他取暖啊。对。姐姐，你是在逗我吗？啊，你得抱着他，贴着身体交换气息，龙珠才能发挥作用啊！你赶紧啊，别犹豫了，不然咱们都出不去。那你转过去。你快点啊，脱衣服！你这不是人的，真没有羞耻心。这叫坦诚相见。我要了10个女，为何才这么几个呀？现在都想养儿子，那女孩一生出来，要么卖掉或者送人，越来越少了。你可记好了，王老板和刘掌柜专门说了，要是凑不齐人数，我再去想想办法啊！你们凡人也太复杂了，动手吧！走，走，干嘛呢？走啊！都麻了。哎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你们是谁啊？按辈分，你得管我叫太爷爷。我是你太奶，叫我二叔就行。不能让他们跑了，放他跑几公里。先救孩子，来。来，慢点啊！你们将这些孩子带到安全的地方，我再检查一下。走。你终于来了，谁？谁在跟我说话？这是哪儿？誓死保护圣地长界，异界魔族，休想伤我族类！你醒了？休息的好吗？那你呢？你没事了吧？你已经把龙珠还给我了，当然没事了。哦，你别多想，我就是怕你冻死在这里。身体有感觉什么异样吗？对啊，我把龙珠还给你以后，我感觉我的身体现在充满了力量，而且刚才我还做了个梦，我现在的感受越发的清晰，我和之前好像又不一样了。那说明龙珠真的在你体内，帮你调理体质。所以说，你把龙珠给我，也是为了帮我提升武修。五经处处危险，我也是希望你有更强的自保能力。行了行了，没死没死，咱们可以出去了吧？快带我出去！你不是圣祖吗？这里是你的地界，你想出去干嘛？什么破圣祖啊！我只是一条弱小无助的蛟，900年了，多少妖兽毒物在这里互相撕咬，最后只剩下我这么一只小可怜。求求你了，快带我出去吧，别留我孤零零的关在此处了。你是真的不知道那些被献祭的女孩人在哪里？姐姐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是被腾蛇族的长老转移到了别处。或许飞渊白鹿那边才是正解。姐姐，我们出去聊好不好？好，但是你得答应我，出去了以后，你得帮我揭穿腾蛇族的骗局，要不然的话，姐姐，我肯定听你的，就你对我好，我不听你的，听谁的？
求求你了，快带我出去吧！我虽然没有龙珠，但是我有内丹，我可以保护你，为你出生入死。孩子，别怕。不，900年了，我终于自由了！龙族威武，大姐万岁！再回来！我错了。族人们，这个外族男人袭击了我们的族人，拦截并放走了圣族的祭品，严重亵渎了我们圣族。为此，我们决定将这外族男人和这对母女一并土祭，以为圣祖之灵。放开我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住手！罗长老，你这是在草菅人命！你是什么东西？胆敢违背圣祖的旨意？这到底是圣祖的旨意，还是你们的意思？你也是同伙吧？来人，把他绑了，一并处祭！唐蛇族人，请听我说。是谁啊？以女子性命来供奉圣祖的传统，纯属无稽之谈，从始至终都是人为捏造。是真的，罗长老收集女孩，把她们转卖给商人，他只是从中想谋取暴利。我们在路上拦截了他的马车，放走了几个女孩。可惜我和最后一个女孩没能逃脱，从头到尾都是骗局。那我的孩子呢？我的孩子呢？你是被放走了，他在哪儿啊？骗人的！大家不要相信这几个外族人，不要相信他们。都是骗人的！骗人的！我们不能被他们哎，骗子！他们就是在这迷惑大家。张长老，定是你一伙的吧？大胆腾蛇族人！我圣祖庇护你们900年，你们竟敢污蔑我生育！今日就将你们这群愚昧之人全部覆灭！起来，起来，都起来！族人们都起来！圣祖怎么会从山穴出来？别在这装神弄鬼了！哦，是吗？圣祖是个小男孩，你们相信吗？不相信！一个黄毛小子，胆敢冒充圣祖！哼！圣祖真的显灵了！这回还有谁不信？真是的，还有人冤枉我吃人，我只吃烧鸡，你们可都记住了。小梅，小梅，没事吧？我打死娘了！嘿，我错了，我知错了。求求你们饶了我吧，我只是做个生意糊口而已啊。我的姐姐，我的族人，那么多女孩，她们都被你们贩卖，如今还想请求我们饶恕？来人，将她打入地牢，永世不得见光！腾蛇族的诸位，现在圣祖在场，恶人已死。所谓恐惧，并非自然而生，就像你们男子头上的兜帽，女子脸上的面纱，
都是人为编织出来，一张又一张束缚你们的大网。它不能代表任何，只是一种控制的手段罢了。可女子脸上的面纱，遮住的不仅仅是面庞，还有女子的笑容，女子的斗志，女子的温柔与善良。我希望日后，再无以供奉为由献祭活人的卑劣骗局，同时让女子彻底揭下面纱，还女子自由。说得好啊！好啊！好啊！我也摘，我也摘。小学家的孩子已无大碍，休息几天便能病愈。还有那个狩猎人王有德，他的腿疾，我时间有限，无法根治，切莫让他雨天出行。哦，对了，这森林里有一种花，虽然有毒，但是去掉花心泡水，却能清热解毒。具体方法我已经绘制出来了，交给你们医师了。哎，真是好事！楚墨少，你要不先上车等我吧？我刚才说的你都听清楚了吗？多谢。阿叔，我看你要不就留在这儿吧。你就算是不在这儿的话，你的心也会留在这儿，时时刻刻挂念张长老。芷楼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二叔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该为自己考虑了。听芷楼姐姐的吧，留在这里照顾受伤未愈的族人，也好帮张长老重振腾蛇。对呀，你就留下来吧。芷楼，你一个人去五经，二叔还是不大放心呢。怕什么？有我在呢，我会保护好姐姐的。二叔，你放心，有楚墨山和混宝保护着我，不会有事的。而且我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没有午休的废物了。等我去到五经城，找到我娘，出人头地，我就回来补和你的西墙。走，芷楼，这孩子总是这么调皮。少主，龙珠与你性命攸关，这次你为了凤芷楼穿越山穴结界，将龙珠渡给他，简直太冒险了。芷楼前往五星城，凶多吉少，龙珠可以激发他的潜力，让他在五星城可以自保。没想到，怎么了，少主？龙珠帮他达到了战神体质。战神体质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应该是五经圣女才有的午休天赋吗？此事先不要声张，凤芷楼或许注定非凡。走吧。接下来我们会跟五经城城主见面，在离落五经圣女血脉没有验证之前，我们是不是应该避免少主与凤芷楼见面啊？少主他自有安排，切莫暴露少主身份，尤其是那只鹫。那只鹫，还有你二叔怎么没在啊？糟了，怎把他给落了！哎，冷静冷静，他留在腾蛇族完成他的人生大事了。什么人生大事？说了是人生大事，你只鸟懂个屁！小屁孩，你得叫我一声祖宗。姐姐，我们是不是到五经城了？哦，娘，我终于来了。母亲，
您的驻颜汤药。愿母亲青春永驻。你向来是乖巧，深知我心。因为我本来就是母亲的乖女儿。启禀城主，传闻中与龙族有所瓜葛的凤家庄二小姐凤芷楼，竟成了。那个杀了冷侯家父子的村姑，属下无能，不知他使了什么方法，竟然杀了我派去的探子，还收服了腾蛇那帮不服管的野人，被他侥幸走出了腾蛇森林。一个村姑都拦不住，我养你在五京城有何用？城主息怒，属下的探子回报，那凤芷楼不过是运气好，捡到了龙族落难的虾兵蟹将，这才有了慧根翻了身。所谓嫁给龙族的那场婚礼，其实并没有举办成功。无论她嫁的是真龙族还是虾兵蟹将，为了我黎落的龙后之位，还是得不留后患。母亲，我们有文如拜月长老，武如鬼头陀将军，皆是你的左膀右臂，有什么可怕的？可不久就是确定你五京圣女身份的关键时刻，我不希望有任何闪失。鬼头陀，我给你3日时间，瞄准其行踪，千万不可大意。慢着，吩咐下人要好好招待一下这个凤家庄来的乡巴佬，好好尽一下地主之谊。哇，不愧是龙族啊！你们在五京里还有置业？哎，我跟姐姐住哪边啊？环宝，你跟我一起住。不行，我只跟姐姐一起住。不行，男女有别。啊？什么男女啊？怎么跟个人似的？我们不是只有雌雄之分吗？雄性也是男的。可我还是个小孩啊！900岁的小孩。少主，就让我陪凤儿小姐和混宝住在西侧，那边空房足够，让飞渊陪你，也好有个照应。我都行，反正茅草屋我都住了10几年了，这房子对我来说简直像宫殿一样。混宝，咱俩去街上买点日常衣饰吧。好，走。少主，你呀，现在怎么沉不住气？这人族有一种调味品叫醋，有点酸。五京城主李月携郡主黎洛，恭迎圣地少主。恭迎圣地少主。免礼。我此番前来，是为了完成验证五京圣女的仪式。能为圣地尽责，是黎洛应尽的本分。请城主3日内准备完毕，完成五京圣女的验证。自是越快越好，这样少主和黎洛的婚事才能尽快完成。待仪式完成，龙帝自会安排后续事宜。少城主到。见过母亲，孩儿为妹妹准备贺礼，来晚一步。这位应该是圣地少主，在下李燕，见过少主。既然如此，就不打扰了。少主请留步，可否与我们共进午宴，算是和黎洛增进情谊？无需客气。恭送少主。你见过他吗？没见过，没见过。见过这个人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老板，哎，没见过，没见过。见过这个人吗？
姑娘，你见过这个人吗？没见过。要在偌大的五京城找一个人，本就像大海捞针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仅凭一幅画像，怎么可能打听到我娘的下落呀？母亲，我想要龙太子对我心心念念、过目不忘嘛。他是否心念于你有何重要？重要的是他无法拒绝于你的婚事。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，你又何必焦躁？你们下去吧。是。城主，属下已盯紧凤家庄那个本要与龙族成婚的村姑凤芷楼，本要与她成婚的，正是圣地龙族的太子商。什么？确实没错。母亲，我昨日见过他们二人，原来她叫凤芷楼，那位凤小姐行侠仗义，而龙长子对她百般保护，二人关系绝非一般。鬼头陀，属下在。你知道该怎么办？属下明白。眼看就是验身仪式了，从哪儿冒出这么个东西？一个村姑还想和龙长子成亲？成亲？凤小姐是龙长子的。胡说！那不过是一场没有完成的小打小闹。黎洛，你不必猜疑妒忌，自乱阵脚。母亲，只有我才能是圣地龙后。燕儿。是。母亲，我已窥得天机。黎洛能和龙长子顺利参加仪式。黎洛，你会是圣地龙后。听见了吗？她不过是一介村姑，此等货色，绝不会成为我们的阻碍。母亲，怎么会这样？不应该啊！驻颜汤药应该一直有效才对啊！驻颜术还在使用那些违背自然规律的法术。母亲，听孩儿的，不可再执迷不悟下去了呀！黎洛，身为母亲最疼爱的女儿，怎能为了讨好母亲，就给她寻这些歪门邪道的法子？黎洛，快把汤药拿来！我不能这样示人！快取汤药来！母亲。五京城果然不一般，上等药材的味道。司药局，滚出去！死哑，会不会开方子？把人吃死了，你命都不够赔的。楚小鱼，不懂就在这儿跪着学。快起来！你打他了？管什么闲事儿！把你这几本破纸页拿走。这是医术。别在这儿不懂装懂，你是医师，我是医师啊。你也是这里的医师？是不是他们欺负你，让你都不敢承认自己的身份？你是说里面有个病人中毒了？这药方没错。你等着。观此病症，我看是气血瘀滞，脏腑功能失序啊。
唉，剖腹疗法虽险，但也只能如此，才能查明病因了。哎，你是谁啊？大胆！你怎么进来了？你们谁把竹叶兰给换了？不要耽误我们医师诊治。就你们这帮人，也配叫医师？哎，你敢走一个又来一个，滚！这里不欢迎女人。我既敢走进这私药局，我就得有点本事。就你们这般医治，不出1炷香的时间，他马上就要嗝屁了。若此时催吐，还来得及。你竟敢在私药局闹事！按照楚小鱼的药方，再加8分胡精，见效快。若是因为你们耽误病情，官兵们必将你们全部抓起来。我这就去煎药。这堂堂5京城的私药局，居然只有门口那个被你们嫌弃的医女才是个明白人。楚小鱼，谁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么多天了，我们还没好好聊过呢。姐姐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吗？你个臭娇，非礼勿言！你个臭娘，怎么这么没有规矩啊？你个臭长虫！出去！出去！你出去！哦。见过龙族太子。芷楼他知道了吗？我知道你有意隐瞒，可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因。毕竟，你连护命龙珠都舍得给他。我正在做的事十分复杂。芷楼他来5京也有自己要做的事，我不想把他牵扯其中。这不是我们联合起来一起骗姐姐吗？我承认，但我希望你可以暂时帮我保守这个秘密。如果真的有一天我需要坦白自己的身份，我希望是我自己和他说。好吧，你是龙族，我需向你臣服。你放心，我会暂时替你保密。不过我想，有一天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该如何告诉芷楼，作为龙族太子，我须与黎洛成亲？姐姐回来了。姐姐，你这又是从哪里捡来的小可怜？他是个哑巴医师，今天被南医官给打了。他的脉象异常的虚弱，像是被人长期虐待所致。他也不是天生的哑巴，是被人下毒所致。他也太可怜了，是谁这么残忍？我要将他留在这里几日，为他疗伤，顺便帮他调理一下身体。芷楼，我有话和你说。苍老的愈发频繁了。母亲，等我成了龙后，去了圣地，一定找到医治你的方法。这药效为何如此之短？叫医官来！不可能！郡主，楚医女今日去过私药局，最后行踪不明，
喂，给我滚出去！鬼头陀，母亲这个样子，日后怎么和龙族进行验血仪式？立刻全城给我搜索楚小鱼，只有他才能缓解我母亲的病。若是找不到，你也给我去死！明白。母亲，今日有打探到你娘的消息吗？我娘都失踪18年了，我爹和我二叔这么多年都没有打探到她的消息。我来五京城寻她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会很不容易。确实不能操之过急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我要在五京城安身立命，这样子我才可以长远的继续打探我娘的消息。今日我在五京城的司药局见那些医官们都徒有其表，我在凤家庄本就是医女，所以呢，我想在五京城继续行医。芷楼，你今日已经得罪了司药局的医官，往后你想在五京城开医馆，必然困难重重，甚至会被人下黑手。这里是五京，不是凤家庄。这五京城怎么了？这五京城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五京城不过就是比凤家庄更大的一个凤家庄而已，大不了我就跟他们拼命。你已经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能不能不要再这么天真了？你在凤家庄当然可以舍命一搏，但你得到了什么？是凤家和冷侯家的决裂，是两族百姓的不和，是你失去了你爹。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觉得我很自私喽？我不想你歪曲我的意思，我只是希望你以后做事可以更加的谨慎。今天我有错吗？我不该救小鱼吗？我就应该眼睁睁的看着他被其他人欺负吗？你可以救楚小鱼，你也可以无视那些庸医，但你有没有为楚小鱼想过？她没有9条慧根，是个无依无靠的哑女。如果她回去了，只会承受更严重的折磨。那就不让她回去。那你要靠什么把她留下来？靠你在五京行医？你应该发挥你的医术，提升你的武修，走到一个可以庇护他人的位置，而不是像在凤家庄一样，如蝼蚁一般，任人欺凌。你现在讲话越发像我爹。少主，我们打听到城主生了疾病，正在全城搜寻一名医女替他医治。确实是兴师动众，除了混宝，整个五京城的人都被吵醒了。医女？不会是小鱼吧？若真是风儿小姐救回来的医女，事情就麻烦了。小鱼，把他给我带走。是。程小鱼，少主大人，您虽身份尊贵，可五京城毕竟是城主的地盘，还望您管好您的人。告辞。这个楚小鱼能引来全城追捕，说明他对城主很重要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可是他们实在是太仗势欺人了，我担心楚小鱼被他们私下欺负，身体扛不住。我去看看楚小鱼留下的医书，说不定对他有帮助。少主，这城主的病症看来已有10日，并且病况严重啊。圣女验血仪式会不会受到影响？少主，我们需不需要回禀圣地？你2人先回圣地，我在此还有事要办。少主，少主他自有安排。哎，你
凤小姐真的安居于此？少城主，你特地来找我的？恕在下冒昧，司药局长士直言，凤小姐医术高超，确实令人佩服。恰逢我母亲遭遇顽疾，特意前来恳请凤小姐为我母亲治病。少城主多礼，救死扶伤本是医者的责任，只是不知城主究竟是何病症，让司药局所有的医者都束手无策呢？患病已久，3言2语无法讲尽，还请凤小姐随我进殿亲自问诊。不可。为何不可？少城主救母心切，亲自登门求医，我若是可以帮城主化解病痛，得到城主的认可，岂不正是你所愿之事？芷楼，你并非五经司药局的医官，若你去为城主治病，治好了，大家皆大欢喜；若出了什么意外，他们又该如何对你？既是我亲自前来，我以武京城少城主身份担保，定护凤小姐安稳。少主，你如今在凤小姐身边，又是以什么身份替她说话？少城主，没事，别操心别人家的事。芷楼随你入宫，回来去完好无损，这才是你该操心的。是啊，没事别瞎操心，我去就会。走。母亲，楚小鱼的药已经服下，可有感觉缓解？你也累了一天了，先回去休息，让其他人也离开，我需要安静。是。城主，少城主带来一位神医，说要为您诊疗，来人正是凤芷楼。叫他进来，我倒要见识见识，是个什么样的人物。是。你们都退下吧，楚小鱼留下。你就是燕儿口中的神医？不敢当，在下凤芷楼，拜见城主。乍一看来，你与我一位故人颇为相似。你多大？14年生。与黎洛同年。城主，这是凤清风亲自说的。那个孩子已经死了。核实过了。凤家庄确实发生过疫病，死了不少孩童，骸骨都在荒郊埋葬。据我观察，在这之后，凤家庄再没出现过被凤清风娇养的孩子，反倒有个小妾生的庶女，一直被视为耻辱的存在。如果是他的孩子，凤家庄和凤清风不会亏待他。听闻你差点与龙族结姻，还觉醒9条慧根，都是传闻。在下前来是为城主治疗顽疾。都是直爽。上前来。敢问城主，病发时是何感受？
很疼，感觉身体如同千万根针刺。我最不能接受我的脸变得老态丑陋。那在下就直说了，城主的病症很像我以前在医书里见到过的一种怪病，是一种中毒的迹象，是因为服用了本身延年益寿、强身健体的一种补药，可这药却和身体相斥，形成反作用。随着摄入的补药越多，长年累月，体内的毒性越强，逐渐毒性入骨，疼痛难忍，生不如死。何以解毒？此病症结来源于执念。若是执着于长生不老、容颜不变，就算是灵丹妙药也无法根解。你是何意？生老病死乃是自然规律，我们人族并非龙族或魔族，寿命有限。若非要强行改命，服用延年益寿的补药，反而会让身体枯竭，加速衰老。我向来不信命运，自然也不相信衰老。哎呦，疼起来了！又疼起来了！好疼！楚小鱼，你个蠢货，快把止疼药给我端来！小鱼。好疼！快救我！你干什么？你们家城主以毒性入骨，小鱼已竭尽全力。废话真多。痛啊！好疼啊！快救我！快救救我！快救救我！他现在血液燥热，情绪波动越大，越是激发毒性。你若是再不让开，他便会活活痛死。快救救我！随我节奏，稳定心神。凤芝楼，你当真厉害，这医术与武修都让人刮目相看，不愧有龙族撑腰啊！救死扶伤，乃我医者天职，与龙族无关。有气度，但你治不了我的病，还是要受罚。谁说我治不了？我只给你3日时间。半月？不可能，少1日都不可。楚小鱼医女给你的止痛药确实能缓解你的病痛，可若想根治，解药还需时间摸索，解药的剂量差之毫厘，都会加重你的病情。半月，1日都不可少。治不好城主的病，别想活着离开五京。我们走。等一下，他不能走，他得留下来为城主止痛。城主，我研制解药，需要楚小鱼医女为我辅助，请您派人将她安全送回我家。半月之后，我们再见。我等你回来。城主，此女太过嚣张，留不得。
你说他会不会是月娘的骨肉？神态、眉眼，还有那令人讨厌的高傲自大，像，太像了。那属下现在就杀了他。先留着他，治好我的病，再弄死也不迟。是。凤姑娘，我要楚小鱼毫发无损的回家。你放心，我定会做到。凤姑娘，我母亲的病症可有办法？病虽棘手，也非无药可医。无论你们五京的贵族如何对待平民百姓，我既已答应，定会全力而为。可是这世间，医者行医救人，病人仰仗医者方可疗愈。可若医者得不到尊重，病人又该靠谁来医治？凤姑娘医者仁心，李燕十分感激。可你话里有话，李燕不懂。你可知楚小鱼平日里是如何被对待？她在殿上为城主治病，又是如何被对待？你可知我现在说，我不能给城主治病，弓箭手就会万箭齐发。你们用此种手段来逼我就范，我凤芝楼从来都不是好拿捏之人。凤姑娘误会了，李燕绝无此意。请少城主莫要再耽误我时间。我已向城主立下了军令状，若不能为他找出解药，我和楚小鱼2条小命就要没了。你记住，我要楚小鱼平安回来。母亲，李洛的那些医官对小鱼、对芷楼都做了什么？做了什么？如果那些医官治不好母亲的病，就该死。你是五京圣女，你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五京城，怎可是人命如草芥？若是被龙族发现，如何相信与你联姻能够拯救天下苍生？够了！你是在质疑你的亲妹妹，你还是在质疑我？母亲，黎洛不能顺利的成为龙后，我的病就不能治愈。母亲，圣地少主来探望你了。参见圣地少主。回郡主，城主喝了新的汤药，感觉好多了。圣地少主，今日真是劳烦你来回奔波了。太好了，母亲，看来这汤药对您的身体有效，这样我和龙长子的婚事便不会耽误太久。少主，黎洛心中的忧虑总算是解了，真希望母亲明天就能病愈，后天就能完成验身仪式，让我早日成为你的新娘，这样就能为你排忧解难了。芷楼，你到底是谁？五京郡主、圣女、圣地少主、龙族太子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根本就不是普通的龙族，而是高高在上、天下无双的龙族太子。你和五京城城主的女儿，也就是黎洛郡主，早有婚约在身。没浪花，这一场海峡，起似一缕红毛，成一座孤岛。
是浮生那一秒，绕不开戒不掉，留我在。姐姐，这是谁啊？我娘。她的眼睛真好看。来武京城有些日子了，也没有寻到她半点消息。姐姐，你别难过，我觉得少主看你的眼神是不同的。你们人族不是说这属于善意的谎言吗？我觉得少主隐瞒身份是有原因的。你不要跟他吵架，你不要生气，你们不要分开好不好？我只喜欢看你和龙神大人在一起。混宝，谎言虽是假的，但能打动人心，就跟真的没有区别。所以，无论是善意的谎言，还是恶意的谎言，骗的都是真心。或许，高高在上的龙族没有错吧？姐姐，混宝真的听不懂，姐姐能不能说人话呀？是我的错。芷龙，我知道你没睡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姐姐，你要是不想理他，我把他给骂走。姐姐，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女人。你才见过几个人啊？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啊！楚墨商，你阻挠我去给城主看病，怕的就是今天这样的事情发生吧？怕的是我早晚有一天会看到你的真面目。我隐瞒身份骗你是我不对，但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，我身负重伤，我印记在你手上。我们萍水相逢，我又身处险境，我怎会轻易坦白我的真实身份？好一个萍水相逢！我以为我们携手互助多次，我们早已无话不谈，没有秘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明明有那么多的机会，那么多的时间，可以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。你可以告诉我，你来武京城是为了和武京圣女完成婚约，可是你从来都缄口不言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是我犹豫了，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好，那让我来告诉你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因为我凤芷楼就是一个废物庶女，而你却是我供奉起来的龙神大人。我能与你萍水相逢，本就是我的荣幸。你我之间，本就是天差地别。我从来就没有把你当成低人一等的庶女。你真的是打心底里这么想的，还是你认为我们之间是契约关系？我为你解毒，你为我打开慧根，我们互利互惠。好，最重要的是，我可能是一个临时帮你存放圣地印记的一个首饰盒。圣地印记是我逆鳞所化，戴在你手上，不是简单的首饰那么简单。那你就是觉得你是龙族太子，你未来要和武京圣女联姻，你们要结为一体，而我凤芷楼就是对你死缠烂打，就是非要跟你假成亲的一个过客。不是的，你对我来说无比重要。无论我多么努力，如何提升武修，如何出人头地，我始终都没有办法够得上高高在上的龙神大人。你其实并没有义务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，我本就不应该生气，而我为何生气？因为我看清了我自己的荒唐和无能。
一别后12年，只剩下牵挂。物归原主。这玉佩是我护心里所化，是我自愿赠给你的。你给了我太多宝贝，我无福消受。这个玉佩，它本来就不属于我，也永远不会属于你。你眼眸的方寸倒映着谁的芳华？如果变幻莫测，不变这。你做了什么？没有人依靠，没有路可逃。印记我戴上了，我就摘不下来。玉佩你塞给我，我就没有办法还给你。怎么着？你们龙族就一定要这么霸道吗？那你的冰封剑是不是也不想要了？我送出去的东西，除非我自己要回来，他人不能弃之还之。那就等我哪天不幸惨死，或者百年归西，再请龙神大人把你的宝物一样一样的全部拿回去。只有我死了，我们俩之间才可以没有任何联系。凤芷楼，你一定要这么狠心吗？龙神大人，你我本就陌路，就此划清界限，互不干扰，各负使命，才是正途。若是我不愿意呢？听生命的冷，我世事无常。心过，伤过，痛过，忍过，心火催到霜。娘，黎洛，黎洛，娘，我该怎么办？发生什么事了，黎洛？是黎洛没用，你为我吃了这么多苦。圣地联姻本是我们最后的希望，但现在凤家庄突然出现了一个女子，她还和龙长子有了情谊。我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救你出去。黎洛，我的乖女儿，娘为你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只要龙王令还在，圣帝也明了你母亲圣女的血脉，绝不会让龙长子迎娶他人的。可是，城主刚喝了你的血，他的病又复发了，他又逼着我来找你取药，我不舍啊，娘，但我真的没有办法。看来凤芷楼的药当真有用。凤芷楼如今
不但慧根显现，还医术高超，只怕是会成为我的心腹大患。这说到底，城主您能维持如此青春，全托圣女血脉之福。只是月娘的血脉之力，终究是传给了她那个女儿身上。没想到，当年竟然被凤清风这只雀啄了眼。非也，月娘这些时日以来愈发虚弱，圣女血脉逐渐失效。城主您多次饮血无效，想必也是这个原因。若是借血脉，让黎洛通过龙族验身，为什么不干脆用凤芷楼的血？是啊，千年麋鹿血可控制人的身体，骗凤芷楼饮下千年麋鹿血，将它牢牢地控制在手里。城主还有什么不能如愿？属下这就去准备。母亲，那凤芷楼当真是月娘的血脉？是我大意了。那楚墨商对我冷淡得很，还差点跟那个小贱妇在凤家庄成亲了。若是让圣地少主知道他才是月娘的孩子，那我要怎么才能成为罗后？慌什么？你看他今天的模样，也是刚知道自己身边的圣地龙长子，更别提他迟早会知道月娘的事情。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通过五经圣女的验血仪式。可我终究不是五经圣女血脉。我的女儿怎么会比月娘的女儿差？无论是五经城主之位，还是未来龙后之位，只能是我们母女的。你就是五经圣女血脉，绝无半点虚假。我想一个人静静。芷冷，给我点时间，我会处理好一切的。姐姐，我找了你好久，那个疯癫城主又派人来寻你了，说喝了你的药，感觉身体好了很多，要寻你入殿继续给他解忧。你等我一下。我陪你去。以什么身份？姐姐，你要小心啊！城主呢？小鱼，凤芷楼，这条小鱼现在在我手里，我劝你最好还是乖乖听话。你们到底想让我做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不过是些麋鹿之血，有大补功效，赏给你，你就喝吧。你有讨价还价的资格。可以把小鱼放了吧？
找到龙王令，长洁和圣地需要你。娘，找到龙王令，长洁和圣地需要你。力量竟如此强大！没错，抓住他，控制住他，现在就驱邪，别让他跑了。有了他的血，我就有救了。发生了什么？燕儿，把凤纸楼交给我。母亲，我已窥得天机。什么天机？没有时间耽搁。你们不可逆天而为，不可伤害纸楼分毫。住口！凤纸楼会毁掉你妹妹，毁掉你，甚至毁掉我半圣基业。城主，母亲，母亲，城主，母亲，林洛，你是不是又给母亲服来路不明的驻颜药？来路不明？李艳，你真可笑。为了一个村姑，竟然与我们为敌。既然你那么想知道真相，那我就告诉你好了。我的哥哥，你的眼睛根本就不是你自己的。既然你不想要，那就还给我和母亲好了。我绝对不能让任何人阻止我，亲哥哥也不行。既然你的眼睛不能为我所用，那就继续当个瞎子好了。怎么回事？这就是五经圣女的修养，凶狠无比，对无辜之人和亲近之人都能下手。不是的，少主，不是这样的。风芷楼，我跟你没完！少主不好了，城外西郊发现魔气入侵。芷楼，你先以无大碍，我必须离开镇压魔气。等我回来。姐姐，你醒了。混宝，
我这是怎么了？坏城主给你喂了什么麋鹿血？里面有血咒可以控制你。幸亏少主及时把你救了回来，说你是战神体质，并无大碍。姐姐，怎么伤的？少主，他本来守了你1天，但刚刚又带着飞渊和白鹿匆匆出去了。说五京城外又起了灾害，有好几处魔气聚集，四处都是魔气，那他岂不是很危险？姐姐，你不能下床。少主说了，照顾你就是我的任务，否则他回来会教训我的，要把我变成一条小泥鳅。姐姐，求求你了，我最讨厌泥鳅了。好吧。是你吗，小雨？果然是你，也只有你才会日复一日的为我送药敷衍。以后倒也不必如此麻烦，我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。你哭什么？小雨，我自幼双目失明，3岁才见光明之日，拥有窥探天机的能力。如今只不过是回到原点，没什么好难过的。哟，现在倒是显得你人淡如菊了。你以为你的能力是谁带给你的？自己瞎了眼，就忘记瞎眼之前病重的母亲了？黎洛，龙长子对你的态度还不够明显吗？我已经看见，身穿5京圣女战衣的是凤芷楼。你还看见过我龙后大婚呢。如果可以，我真希望自己一直是个瞎子。那你继续待在这里当个瞎子好了，我还要去救母亲。楚小鱼，跟我走。我要他留下来为我医治眼睛。你还真以为你的眼睛能够医好啊？一个瞎子，一个哑巴，绝配。凤儿小姐，少城主和楚小鱼已经离开，我可以和你聊一聊吗？你说。我们隐藏少主的真实身份确有不妥，可现在少主受伤，您能放下私人恩怨，帮他治疗一下吗？你的伤口现在怎么样了？感觉怎么样？无碍。那你早点休息。芷楼，我有话想和你说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被魔人打伤以后，想起儿时第一次握起冰封剑，却不小心被剑锋所伤。那时候父王并没有怜爱我，他告诉我，身为龙长子，守护圣地是我与生俱来的责任。若有一天圣地崩塌，魔族入侵，就算是献出生命，也毫不犹豫。而想要成为龙帝，就必须遵从龙王令，与5京圣女成婚，
以前我只觉得是一种命令，虽然有所怀疑，却也不知如何反抗。你为所有人考虑，唯独没有想过自己。上天眷顾，让我在性命攸关的时候遇到了你。芷楼，我心悦于你，我想携手一生的人只有你。我和黎洛没有感情，如果贸然成婚，对你、对我，甚至对他都不公平。可是我会完成父王交给我的任务，参加五经圣女的验身仪式。但在仪式结束后，我会禀告圣灵，解除和黎洛的联姻。我知道你在顾虑什么，但你不觉得把守护天下苍生的重任寄托于一桩联姻很可笑吗？就算没有这桩联姻，我依然是龙族，自我手拿冰封剑之时，守护圣地便是我一生要做的事。可是这样只会让你的路变得更难走。世人只会看结果，从不看你这一路走来到底有多艰险。他们只会骂你，为了一个人族的女子而背弃使命。你也会遭人辱骂，甚至比我更多。我凤芷楼从小就是在唾沫星子里长大的，我怕什么？那如果有一天魔族来犯，你愿意和我一起抵抗魔族吗？在认识你之前，这本来就是我的梦想。如果我连心爱之人都无法守护，我又怎么去守护天下苍生？那李月长着一张与年龄不相符的脸，如今疾病缠身，声音更是如同百岁老妇一般。不仅如此，她的皮肤、躯干都像枯木一样，过于苍老。这种情况，我这次在斩魔的过程中，也在魔族身上发现。魔气入侵人族，会使人迅速魔化，若不及时吸食人血，便会形容枯槁，生不如死。这也是为什么会有人族村庄被魔族屠戮的原因。你的意思是，他根本不是服用什么延年益寿的补药，而是人血？因为他吸食的人血与他体内的血液无法交融，所以产生了毒性。难道李月专门豢养了一个他的血罐子，供他吸食人血，保持青春？啊，这也太恐怖了吧！饮血者可继承血液功效，但常年饮血会引来反噬，会导致血毒之症，最终暴毙而亡。那老不死的就在附近，给我搜！小鱼儿，爷爷肯定走不了了，不，乖乖的躺在这儿，等外面爷爷没有动静了你再出来。爷爷留给你的医书药方，要牢牢的记在心里，字字不差。这是爷爷留给你最后的生计了。爷爷别走，我们一起走。小鱼儿，将来的日子会很苦，但是你要记住，你是医者，不仅能治好别人的病，也能治好自己。给我继续搜！不要！快！爷爷！快！爷爷！
一个黄毛丫头来给我治疗头疾。母亲，这是那老不死的尤医留下的徒弟，原本是要一起杀掉的。可这小东西竟然是个孤女，还精通药理，我想用起来应该比那个老头强。你可会识字写字？只识得死药局药房里的字，但不会写，因为他们不让我开药房。失了声，便无法多嘴。小雨，你别害怕，以后有姐姐在，没有人再敢欺负你。还好你偷偷学会了写字，把这些事情记录了下来，否则的话，别人伤害你的事，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。这武京城主和他身边的鬼头陀真是心狠手辣。此事我必须要禀告圣帝。先不要轻举妄动，找到证据再说。不是，我不是因为在乎你的仪式、婚约什么的，我只是不想打草惊蛇，不想连累那个给李月供血的可怜人。姐姐，你回来了。混宝，姐姐，你为什么不立马让少主将长生殿那群可恶的坏人给一锅端了？你还在生他的气啊？当然不是。马上就要进行五经圣女的验身大典了。无论李月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，可是圣女是为了保护圣地和长界而存在的。我不想让楚墨生为此为难。说来说去，你还是在为少主着想。那些该死的坏人就应该被毒蛇给咬死。呸！我们蛇才恶心咬他。我早晚会将血毒之事公诸于众，还受害之人一个公道。姐姐，为了支持你，我送给你个宝贝。什么？此乃圣祖我脱下的百年蛇皮幻化而成。别嫌弃啊，他会帮你大忙的。姐姐，你看我这斗篷神奇吧？有了它，咱们准能混进去。哇，混宝，你这也太厉害了吧！姐姐，我们怎么样才能找到给城主供血之人啊？验身大典马上就要举行，李月虽喝了我新熬制的汤药，身体有所好转，可若想恢复容颜，他必定再次隐血。此等密事，他定会交给他最信赖的女儿黎洛来操办。我们守株待兔便是。等着。黎洛，是黎洛吗？娘，是我。你娘。多日未见，他们没有把你怎么样吧？没有，马上就是五经圣女的验身大典了，
城主不敢拿我怎么样。等我验明了身份，就可以带你出去了。太好了，黎洛，都是娘不好，这么多年让你跟我在五京城受苦了，马上你就好了。娘，你辛苦了。黎洛，娘，那我就先走了。礼乐恭迎圣帝龙子。五京圣女验身大典现在开始。看来五京黎洛郡主确实是五京圣女的血脉。圣地龙子长老，验身仪式已经完成。我们五京城黎洛郡主正是五京圣女血脉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们即刻返回圣地，着手筹备我兄长和黎洛郡主的婚礼。小女与少主的婚事还要劳烦圣帝多多操持。城主怎么和我娘长得一样？慢着，在返回圣地之前，我要解决我心中的一个疑惑。此事事关圣地与长界的安危。五京城主李月为何这般年岁还有少女容貌？各位不觉得奇怪吗？之前不觉得，现在这么一说，这肯定有问题啊！是啊，是啊。少主你是知道的，因为我是五京圣女的血脉，且常年服用延年益寿的补药。补药还是禁术？哥哥，今日是你的大好日子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今日只是五京圣女的验身仪式，何来我的大好日子？弟弟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少主，拥有五京圣女血脉，加上日复一日的午休提升，即便是人族，其寿命也比常人多出数倍，几十年岁，拥有青春容貌也是正常。若不是因为你常年食用人血，又用禁术保持青春，染上了血毒，为何会在毒发时如垂垂老妇，还浑身躁痛难耐呢？圣帝少主，那些流言蜚语切勿相信。我现在身体康健，站在你面前，且黎洛已经被验证为五京圣女血脉，我堂堂五京城主为何要吸食人血？其实我今日来到战神殿，不只是为了验证五京圣女的身份，更重要的是，
告知五经，我要取消与黎洛的婚约。哥哥，今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选择与五经取消婚约，放弃迎娶五经圣女，以及你的龙帝之位。迎娶五经圣女，从来都只是圣帝的决定。你可别忘了龙王令，只有迎娶五经圣女的龙子，才能成为真正的龙帝。我再说一遍，是否迎娶五经圣女，跟我是否具备成为龙帝的资格，能否拯救圣帝与天下苍生无关。楚墨杀，你擅作主张，想要毁掉圣帝与五经联姻，你打算如何给我们和龙帝一个交代？此事我自会回圣帝亲自向父王交代，你们就别瞎操心了。好，哥哥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到时候就不要怪我不讲情面了。为什么？我已经通过五经圣女血脉的验证了，为什么龙子都走了？龙长子为什么放弃与我的联姻？你们倒是给我一个说法呀！长老，这就是你们圣帝对我们五经的诚意吗？言而无信，把我们如此戏耍。事发突然，你们等候圣帝的消息就是。长老，即便是为了圣帝，为了长界的未来，我想你们应该也不会违背龙王令的预言吧？我们自然不会违背龙王令。哼！圣帝长老，城主，城主受到刺激晕厥了，速速送回长生殿。孽畜，你竟然将圣帝和长界生死于不顾，给我跪下！父王，儿臣所说句句属实。那五经城主李渊18年来怪病越发严重，身边照顾之人和医者频繁死于非命，最近身的医女还是个哑巴。我让你到长界取回印记，验证五经圣女的血脉，不是让你搅和到人族的勾心斗角那些事里面。如果人族的家长里短都需要我们来管的话，那上天赋予我们龙族的力量又是为什么？父王，此事事关龙王令。龙王令与李月生的病有什么关系？与你抗婚又有什么关系？那五经城主李渊并非五经圣女的血脉，因此才会染上血毒之症这样的怪病。如此说来，黎洛也并非五经圣女。可可，黎洛郡主是不是五经圣女？我们当日所有人可都是见证了的。你现在来否认她的身份，编出这么奇怪的理由，不仅仅只是为了拒婚吧？还是说你是为了你的心上人凤芷楼？我只是做出了我认为正确的决定。那黎洛郡主德行有亏，凶狠残暴，根本无法担得起五经圣女的头衔。我们龙族绝不能娶这样的女子为龙后。看来哥哥是既想要凤芷楼，也想要龙帝之位。那是不是还要说真正的五经圣女是凤芷楼啊？你不用在一边煽风点火。无论凤芷楼是谁，也不管谁是五经圣女，我心里向往的只有凤芷楼。那今日的五经圣女验身大典，岂不是成了一个笑话？上，迎娶黎洛，继承龙帝之位。和凤芷楼这个人族，你只能选其中一个。父王，如果继承龙帝之位是以迎娶黎洛为代价，我愿意放弃龙帝之位。我对你寄予厚望，你要肩负的是整个龙族和天下苍生的生死存亡。父王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五经圣女到底代表什么？难道上古时期的五经圣女也只是嫁给我们龙族的一个工具吗？难道仅靠一桩联姻就可以召唤龙王令，修复圣地结界，
拯救天下苍生吗？我不在乎无精圣女是谁，我只在乎圣地结界。现在黎洛的血脉已经得到验证，她就是五精圣女。只要她能完成龙帝的预言就够了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确定要为了一个普通的人族女子放弃龙帝之位吗？父王，龙帝之位从来都不是我想要的，不负苍生不负卿才是。哥哥，你虽然让凤芷楼得到了圣地印记和火凤玉佩，但你也不能为了他无视龙王令啊！将我们圣地和长剑置于危险当中。少主，你连火凤玉佩也留给凤芷楼了。是。火凤玉佩是龙子送给妻子的信物啊。火凤玉佩是我的东西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。而且，凤芷楼她不是普通女子，她是我所认定的妻子。父王息怒，哥哥在长界就是这般，当众拒婚，抛弃圣女，丝毫不给武京城颜面。他现在竟敢忤逆于我！我想哥哥今日这般作为，定是被凤芷楼救命之恩蒙蔽了心智。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安抚武京城，将龙族和武京圣女的联姻继续。武京城的事先交给你了，不要让我失望。是。为了嫁去龙族，我受了这么多苦，可换来了什么？换来了他的当众羞辱。郡主，一切尚未定数。虽然龙长子一时冲动，但只要有龙帝在，这场为了天下苍生的联姻就必须履行。可你没发现龙长子已经在怀疑母亲的血毒之症了吗？可今日你已经在众人面前证明了自己五精圣女的血脉，接下来我们只要尽快促成婚事，大局已定，谁又能反悔？看来我还是太心慈手软了，就应该在凤芷楼进武京城之前杀了他。凤芷楼杀不得，如今月娘五精圣女的力量少得可怜，凤芷楼还是你的备用血罐。杀不得，杀不得，就让他这么骑在我的头上吗？等我当上了龙后，立刻把他炼成干尸，以泄我心头之恨。立刻通知楚小鱼，备好补血神药，陪我去地牢。那对恶婆娘也太可恨了！要我说，姐姐你午休都这么厉害了，直接闯进去把娘给救出来不就好了？不可以，就算我靠着午休打进戒备森严的地牢，但是想要带着我娘一起离开，难上加难。我娘她现在没有午休，又神志不清，很容易会被误伤。我绝不能再冒一丝风险。那怎么办？就眼睁睁看着姐姐的娘亲被那对恶婆娘给欺负。龙族少主在战神殿当众拒饮，黎洛肯定会再去续血，想办法再去地牢。把这不要喝了，补补身子。黎洛，圣帝是不是要送给你五精圣女的战袍，迎接你到圣地了？你终于要自由了。我受够了，今天的一切全让凤芷楼给毁了。我现在是五精圣女又如何？龙长子为了凤芷楼那个贱人毁掉了跟我的婚约。怎么会？
我每天跟你办母慈子孝有什么用？黎洛，我知道你心里对我有怨恨，可我是你的娘亲，我把能给的都给你了。你闭嘴吧！我根本就不是你的女儿，我是五京城的郡主。黎洛，你怎么胡言乱语啊？你为什么要胡说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娘，娘，我来救你了，娘。乖女儿，别担心，娘不疼，你也不要伤心。就算不嫁龙族也没关系，只要你是自由的，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啊。娘，我是风芷楼，我不是黎洛，我是你的女儿，我是风芷楼。风芷楼，娘，你就是那个勾引龙长子的风芷楼。不是，娘，我是风芷楼，我才是你的女儿。黎洛她不是你的女儿，你记得我吗？我是风芷楼，娘。你不要说，你就是害得黎洛被拒婚，害得他不肯原谅我。你现在到我这儿来干什么？黎洛呢？你把我的女儿怎么了？娘，你听我说，我来自凤家庄，我爹叫凤清风，我从小就没有慧根。我爹告诉我，你18年前离开了凤家庄，来到了五京城之后就没有了音讯。可是我有你的画像，你给我们留了画像。画像？你怎么会有我的画像？不可能，我不相信，你骗我！你走，我不相信你，你走，你走开！我真的是你的女儿，娘。来人啊！来人啊！李月，娘，我要见李月！来人啊！娘，你听我说，我要见李月！他们都是骗你的，娘。他当时答应过我，要把我的女儿带到五京城，娘当郡主一样养育。我一直在凤家庄，娘。他不敢骗我，娘，他发过毒誓，娘，我不相信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你骗我，一定是你骗我！不对啊，不对，真不对啊，都不对啊！来人啊！李月，李月，李月，娘。我找到我娘了，她被李月和李洛关在地牢里，暗无天日，早都已经被虐待的没有人样了。我到底怎么样才可以把她救出来？我去见她的时候，我明明跟他近在咫尺，明明我才是他的女儿，可是他就是不认得我。芷楼，
我已经向圣帝说明了李月的假身份，可他已经在武京城当了18年的城主，黎洛的圣女血脉也得到了验证，圣帝很难相信我说的话。所以根本没有人在乎真正的武京圣女到底是什么样子，只要有人扮演就好。扮演？你说的对，既然都在演戏，我们也配合他们演一出。参见少城主。这里面关押的就是城主和郡主的药引。罢了，今日我要将人提走，你们速速让开。少城主，你要是把人带走，就是在要我的命啊！是我要你的命，还是郡主要你的命？我倒是不知道，这武京城是郡主一人说了算。去喊司药局的人来收尸，免得再次碍眼。可以去通知你们的主子，我将侍卫杀了。是。你们又要干什么？我把我能给的都给你们了，我的眼睛，我的自由，我的血肉，都给你们了。能不能把我女儿还给我？月影，我是李艳，是你曾经让我看到这个世界。对不起，我并不知道我的世界是这样换来的。燕儿，你马上就能重见光明了。只要娘和妹妹在，我看不见也没关系。来，这就是为你治眼睛的人。真的吗？我可以看到他们说的一切了，真的谢谢你。孩子，如果你能看见，答应我，善待你看到的一切。你叫什么？你可以叫我月姨。月姨，我答应你，等我能看到了，一定去探望你。这是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给了一个男孩，他答应过我，他要善待看到的每一件事物。我一直努力着。月姨，你相信我，李月是我的母亲，李洛是我的亲妹妹，是他们骗了你，凤芷楼才是你的女儿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李洛她不是我的亲女儿，我的亲生女儿是凤家庄的凤芷楼。娘，我是凤芷楼，我真的是你的女儿。芷楼，你真的是我的女儿吗？芷楼，这些年你过得好吗？娘，对不起你。我们赶紧离开吧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少城主为了带凤芷楼进地牢，亲手把侍卫给杀了。哼，那地牢就是凤芷楼最后的归宿。慢着，去干什么？哼，这就是我那哥哥杀鸡儆猴的烂把戏，真是晦气，一点眼力见都没有。
非要给我看这死掉的狗东西，成天爹没顺眼的，难怪司药局要把这种差事派给你。滚！凤芷楼，这次你还想逃到哪儿？大人，我随少城主来到此处，并没有想要逃跑的意思。记住，这里是五京城，即便你有9条慧根，是武修高手又如何？你敢反抗，就累及家人。我不是不自量力的人，五京城的大人们吐一口唾沫都可以淹死人，又何况是我这种无名小卒。知道就好。即便是你劫走月娘，你还能带着一个没有武修的废物逃出五京？人呢？人呢？凤芷楼，你竟敢劫走地牢要犯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慢着，是谁同意你们在我面前捉人？李洛，你说说，这凤二小姐是劫走了谁？需要你们这么兴师动众的拿下？李烨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你少给我装糊涂！即便你是五京圣女，我也是五京的少城主，你的亲哥哥，谁允许你来我这撒野？你，况且你还不一定嫁到龙族。你居然敢打我！如果你不是我亲妹妹的话，我早就像今日这般。还有你们，拿着刀指向谁呢？我们无意冒犯少城主，只是前来捉拿凤芷楼。敢问大人，何事抓我？凤二小姐，来这地牢里干什么？这地牢可是关押重犯的地方，难不成是想劫狱？我就站在这里，又将谁劫走了？大人，我是来见一个人。哼，那真是新鲜了。什么人值得你凤二小姐央求我们少城主出面来见？我还不够让他兴师动众。龙族少主来地牢，所谓何事？我龙族做事，什么时候需要向你汇报？我才是五京圣女，我才是未来的龙后。楚墨商，你凭什么一次次这么对我？龙后，梦里的吧？让开！醉了一刹那，梦中梦见远去的他，字句斟酌心间，问如今好吗？一别后12年，只剩下牵挂。你暂时在这躲一躲，风头过了再去找你娘。等待中崩塌。遵命，我的龙神大人，谢谢你的计划，将我娘神不知鬼不觉地救了出来。只是委屈他，要在司药局躲一阵。有混宝和小鱼照顾他，我放心。如果变幻莫测，不变真与假。
楚衣女不给我母亲问诊了吗？我记得凤芷楼似乎很喜欢你。小鱼，你本该是我身边最忠心的一条狗。脱鞋袜，我在寝殿等你。只要小鱼想做的事情，姐姐都会帮你，就像你帮我一样。楚衣女身上总是混合着私药局各种药材的香气，让人闻起来很安心。小鱼儿，将来的日子会很苦，甚至不幸。但是，你要记住，你是医者，不仅能治好别人的病，也能治好自己。你不会真以为我会原谅背叛自己的一条狗吧？一个小哑巴也妄图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竟敢背着我勾结凤芷楼，难怪人家说会咬人的狗不叫。唉。怎么了？不知道为什么，从昨天晚上开始，我心里就惴惴不安的难受。小鱼被叫到了长生殿，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？不如我们去找李燕，让楚小鱼不再负责李月的血毒之症。而且李月的病本来就药石无医。怎么，上次的教训还不够？误会了，我们怎敢动龙族的新娘，龙长子的妻子？不过郡主那是刚刚处置了身边的一条狗，还要劳烦您前往领走尸体。呀，来啦，快请进，顺便把你的狗东西带走。脏东西，碍眼。小月，小月，你快醒醒！你快醒醒！生气了？不会吧？你不会是想杀了我，给这个小哑巴报仇吧？怎么办呢？我可是五京城的郡主，是五京圣女血脉，你敢杀我吗？
小鱼，对不起，是姐姐来晚了，是姐姐没有保护好你。在外面，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风之楼，可是，在小鱼眼里，我是个需要被小鱼照顾的大姐姐。对不起。这是怎么了？你们的五金郡主黎洛，你的好妹妹，真是心地善良。长臣身边有个不会说话、不会写字的医女，不能说出她的秘密，尽情使唤。她示威的手段，竟然是杀死楚小鱼。小鱼，小鱼在哪儿？芷洛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过来，看看你妹妹干的好事。小鱼，小鱼，这无尽城内充满尔虞我诈，唯有你真心对待每一个人。可你才刚刚来到我的世界，怎么就轻飘飘的游走了？少城主，不用在这里假惺惺了。你真的关心小鱼吗？你真的心疼她吗？你在乎的只是小鱼今天为什么没有去给你看眼睛吧？你走吧。恭喜郡主，方才龙子止代替圣帝传来消息，3日之后，圣帝龙长子商会准时送来五经圣女战衣，举行仪式迎您到圣地。凤芷楼不死，你让我怎么安心？让龙长子记挂着凤芷楼再娶我吗？更何况你我都知道圣女血脉之事。圣帝对祭祀大典的结果深信不疑，局势已定，现在正是斩草除根的时候。该死，这龙长子日日夜夜守在凤芷楼身边，我怎么处？黎洛，少城主，为什么要杀楚小鱼？死了一个楚小鱼，也值得你兴师动众的来问我。你到底是有多狠的心，才能将人民说得如此风轻云淡，如同草芥？你高尚，你优雅，李燕，你说我狠心，你和凤芷楼劫走月娘，不但会害死我和母亲，甚至会害死整个五京城的无辜百姓。到底谁狠心？你这是何意？你知不知道母亲为了让你重见光明，怕你心中有愧，她承担起了所有的责任。为了让你成为人们口中的谦谦君子，成为人们口中的贤德少城主，但你回馈给我们什么？你想毁掉我的前程，想毁掉我们所做的一切。我和母亲现在这样，全都是报应。当然有代价了，可这代价的背后，是这城主之位，龙后之位。我的哥哥，你们竟如此丧心病狂！嗜血的恶魔跟魔族又有何区别？就你这样，还想嫁给龙族？小鱼每天看着你们的肮脏行径，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无人能倾诉，无处能伸冤。小鱼是多么痛苦！我的哥哥，你就是个被母亲编织美梦的乖小孩，永远都幻想着这个世界是公平、是美好的。你应该庆幸，你现在是在我手里。要不是看在我们是血亲，我都懒得留你一条狗命。滚！我没有你这样的妹妹，
小云，听说在五境死去的孩子，魂魄会化作萤火，有他们陪着你，你应该就不会孤单了。想小云了。我想起我在凤家庄，也总是会被欺负。可是我有我爹暗中保护我，有我二叔默默的支持我。可是小雨呢？司药局的医官们，李月、黎路，还有这五京城所谓的大人们，肆意欺辱他。他早已遍体鳞伤，却还要善良的为他们治病疗伤，努力的活下去。就这样一条小鱼，却没有一方池塘可以容得下它。芷龙，这些都是让你变得更强大的力量，去找到更多楚小鱼，让他们找到你，庇护他们，让他们不再受欺负，给他们建造一方更大的池塘，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这次聂荣芷从圣地来到五京城，宣布我要继续和黎洛联姻，我必须得回去处理这件事情。你我之间不必过多解释，我会在这里一直等你回来。在五京城保护好自己，等我回来。龙长子，你来了，你是后悔了？今晚的夜色如此之美，是不是衬得我更加漂亮了？你说，我是不是比凤家庄那个村姑好看100倍啊？堂堂五京圣女，你这衣服太素，太寡淡，像是吊丧。堂堂五京圣女，就应该大金大紫，才能配得上你的野心。你已替圣地传达完消息，还不快滚！怎么，我还不能顺路瞻仰一下五京圣女啊？我看啊，即便是为了龙帝之位，你也并不想讨我欢心。你应该知道，我们圣地龙子并不是没有选择妻子的权利。即便我们的妻子不是五京圣女，也没人能够撼动我们的地位。你在嘲讽我？这是事实。没有了龙王令，你也不过是人族郡主罢了。但谁不想要龙帝龙后之位呢？
好啊，反正我要杀了凤芷楼，你也想取代龙长子，让楚墨商不要接近凤芷楼，我就考虑你的提议。总算说了一个不错的提议。我只相信，战到最后的才是赢家，过程不重要，但我必须是龙后。请父王收回联姻五经的旨意，您也不想看到我当众拒绝迎亲吧？父王，我已经将您的旨意传达给五经城，现在只候五经圣女战袍送达。聂荣芷，我的事情不用你这么操心。所有人都退下。父王，您强行夺回龙珠，是要取我性命吗？即日起，我将暂管你的龙珠，并设下封禁，让你静思起过，直到你头脑清醒，前去迎娶五经圣女黎洛为止。兄长，为了凤芷楼放弃龙帝之位，真的值吗？你这种只懂得利用的小人，哪里知道什么值得，什么不值得？对，我不懂情，我也无需懂。我现在只知道，父王选择了我，这才是最值得的。从小到大，父王怎么偏袒你，怎么忽略我，都像活生生的生把我龙鳞一般。这种痛苦，你感同身受了吗？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我最近怎么了，就是总犯困，而且睡又睡不好，还总是做梦。可到底梦到什么，我醒了又记不得了。春困夏乏，秋无力，冬打盹儿，爱睡觉很正常啊。你说的很有道理。可是，一年四季都犯困的人，那是你吧？就一个字，懒。姐姐，来吃点东西吧。少主不在，我可是要替他好好照顾姐姐。哦，这个鸡腿闻着就香，姐姐来吃一个吧。姐姐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我好像没什么胃口。没什么胃口？要不咱们上街去玩玩？啊，走。我家少主哪受过这种苦？我得想办法救他。救少主，就凭你，拿什么救他？拿你勇气可嘉吗？那怎么办？没用的，这是父王设下的禁制，你们解不开。少主，你受苦了。你们来的正好，我有事情交给你们。少主，你放心啊，我就算拼了我这条老命，也一定把你救出来。去五经找芷楼，我怕聂荣芷找他麻烦，帮我照顾好他。少主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担心凤儿小姐的安危？我就你话多。少主，您放心，飞原白鹿定不辱使命。走。白鹿，别让芷楼担心我。明白，我们会保密。
少主，圣地这里就靠您自己了。姐姐，这个好看吗？好听吗？幼稚。刚刚买的那个糕点可好吃了，是吗，姐姐？那去我家里尝尝啊。好啊。小鱼，你喜欢什么尽管拿，姐姐通通都买给你。怎么哭了？果然是条小鱼，这么爱哭。你以后要多笑，小鱼笑起来最好看了。混宝笑起来也很好看啊。姐姐，我们去听书吧，去听有意思的故事，去放松放松。好，走。那今天咱们说的是妖兽传奇。好，妖兽我爱听，姐姐快听。这人和人成亲，生出来的是人。人若和妖兽成亲，有了夫妻之实，那生出来的不一定是什么了。有道理啊。话说，这妖兽蛮夷换成人形，成了一个翩翩美少年，行走于田间，与村姑小云是一见钟情，两见倾心，三见定终身。小云回到家呀，跟他家里人说了，他要和这个易公子成亲。家人一看，哎，这翩翩美少年是彬彬有礼，谈吐不凡，于是欣然同意。两人新婚云雨之后啊，小云便有了身孕。那怀孕生出来的孩子是人还是妖兽啊？这小云怀孕，自然和人族孕妇反应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人族孕妇她的反应是恶心、呕吐、嗜酸。小云的小腹啊，它是一直跳动，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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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像里边有什么在起舞。起舞？因为这妖兽怀胎，它是诞生、孵化，这么回事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与我们大不相同。下次告诉我生下来是什么啊？哎，好。没有我们，混宝也可以将凤儿小姐照顾得很好。因为这个妖胎，整日呢是不舒服。说的挺好的。跳啊！这没过几日，凤纸楼呢？小云及家人瞧出了这个端倪。这与平日你们两个来长界做什么？这个那个，你说。长老，你们两个不在圣地待着，来长界做什么？回去混得好。我们来抓你们回圣地。而且呢，走。哎，听见没？抓我们回圣。哎，不行啊！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姐姐，你是不是又梦魇了？姐姐，你肚子……我们去看。姐姐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这症状跟说的一模一样。你怀孕啦？不许瞎说。有没有怀孕？找个医师看看便知。我自己就是医师，我看什么医师？你赶紧去睡觉。姐姐，你要是生个龙子跟混宝作伴，我就有硬关系了，去圣地就能横着走了。你再敢瞎说，我……姐，你先睡觉，我走了啊。
如今这样，我如何撑到你大婚？母亲，虽然龙长子公然推了与我的婚事，但圣地那边传来消息说，3日之后便会为我送来战袍。所以，你现在就想让我死？母亲，我当然不会把事做得太绝，毕竟现在整个五京城，没有一个人拿得出手可以为我送嫁。想维持你的身体，抓到月娘或者凤纸楼才是最好的办法。你哥哥呢？他不愿送你出嫁？我哥，他还活着，但应该和死了没什么区别。他已经知道我们对月娘和凤纸楼所做的一切，现在对我们是恨得很。他不在我的迎亲大典上大义灭亲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我筹谋了这么多年，为你铺好日后在五京城的一切，没想到就这么给毁了。你真是无用啊！我愿意告诉你，是因为还把你当母亲，不是来听你教训我的。你怀孕了，娘。我那个时候怀孕啊，也是你这样。大哥凤清风太烦人，一直在问孩子父亲的事儿。长老也是絮絮叨叨的老古董，还是二哥好，天天给我开补药。娘，你想念凤家庄吗？当然啦，五京这么多地方，最喜欢的就是凤家庄。可能是因为上古的五京圣女就是出生在凤家庄的缘故吧。或许吧，又或许是昨夜梦到了大哥凤清风，他跟我说我该醒了。娘，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要问你。你当初为什么会一个人来到五京城？为什么会把我一个人抛在凤家庄？我到底是谁？五京圣女到底又意味着什么？孩子的父亲怎么样？他对你好吗？他家人怎么样？好，娘，他是一个很好的人。他是一个表面上看上去凶巴巴、很冷漠的人，可其实他心底里特别的善良，特别锄强扶弱。他把我一个人人喊打的废物，帮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强者。他总是会默默守护我的尊严，任何时候都会站在我身边。傻孩子，好，听上去他真不错。他在哪儿啊？他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，但是我相信
他一直挂念着我们。凤家庄，凤清风，大哥，他是真的很有远见。他当时啊，就是怕我的女儿背负太多，每天抱着小小的你，对着你念叨：“小乖乖，你要是普通人就好了，就在我们凤家庄，踏踏实实，开开心心过一辈子。”凤家庄，清风大哥，真想他们。芷楼，你在吗？我已经尽力了，恐怕未来再想看清闲是不行的。无碍，我本该如此。少城主，圣地那边有消息吗？就算有，母亲也只会告诉黎洛那边。芷楼，今日叫你来，并非为了直言，而是为了给你这个。此书是被历代五经城主守护，可以说是我们的至宝。这珍贵，为何给我？我母亲偷走了月姨的身份，我们的一切都是偷来的。你既是月姨的亲生女儿，自然有资格看的。此书并非真正的龙王令，而是一种记载龙王令的指南。它记载了上古时期五经的祖先与龙族作战联姻的点滴。至于为何龙族要与五经圣女联姻，还有龙王令的秘密，或许可以从这里找到答案。风雨雷电，万物之主，如鱼水中游弋，似鸟天空飞翔，人一样在陆地行走。龙是万兽之兽，万能之兽，万能之神。龙帝是圣地圣主，长界五经、异界妖兽都要对龙帝俯首称臣。五经圣女生而神灵，察微知运。异界妖魔入侵长界人族，圣女身穿战袍金甲，玉带凤冠加身，手持冰封神剑，驾龙族抵御妖魔，英勇睥睨。五经圣女与龙族签订血契，是五经圣女血脉强大的原因。若龙族娶五经圣女血脉女子为妻，生下人族与龙族之子，生命力强大，会不遗余力地保护母体。怀龙嗣最明显的特征是小腹肚脐之下会显现铜钱大小的红色龙纹。姐姐，这上面说龙族龙蛋要怀3年6个月呢，那这生出来的是龙还是人呢？不知道，这上面没有写。少主还不知道小宝宝的事情。混宝，此事万万不可跟任何人说。为什么？姐姐，事实证明你就是他们说的五经圣女，是黎洛抢走了你的一切。你现在又怀有龙宝宝，大家一定相信你的身份，你就可以夺回属于你的一切了。哦，整天跟着飞渊玩，好的不学，遇到事情先蛮干，倒是学了10成10。才没有呢，只是因为黎洛他们，姐姐和少主不能每天在一起，最近总是莫名其妙的走神，我看着都着急。傻混宝，我现在日日身处险境，更不能让此事暴露，让龙子成为我的弱点，让他们肆意妄为。是我考虑的不仔细。其实在我见到母亲的那一刻，
我就已经知道自己是五金圣女。可是人们常常说，五金圣女与龙族联姻，圣地崩开的结界就可以恢复。可是为何我与楚墨商早是心意相通的夫妻，圣地的结界却依然在崩坏？这本书上记载的东西是假的？也许还有其他的含义。我们得去找少城主，商议其中内容。现在我与我娘已经相认，我们得赶紧把我娘带出无尽城，不被黎洛和李月发现。好。凤芷楼，你可真是让我好找。你找我做什么？凤二小姐，对我们龙族这么感兴趣，为什么不来问我？看这本破书有什么用？有什么回答能比一条真正的龙回答得更真实呢？不管怎么说，你也是我兄长的妻子，我也不见外了。送你一份见面礼，还请收下。我不要你的东西。楚墨商现在怎么样？对我们龙族来说，最高境界是成为龙帝。每个龙子从出生起，都会为这个目标不懈努力。大哥生来幸运，依仗长子优势成为龙帝继承人。不过好在，现在黎洛拥有五金圣女血脉，是成为龙帝的必要条件。而你的出现，却让大哥在凤家庄被连累淘汰，真是干得漂亮。哼，你俩虽为兄弟，却一点也不一样。他可不像你这般，自己无能，却怪罪到别人身上。凤芷楼，你就继续嘴硬，反正你离死也不远了。对了，我们龙族身上最不缺的就是龙鳞，你可别辜负我哥的一番心意。姐姐，这上面有少主的味道，这是少主的龙鳞。姐姐，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楚墨商出事了，我们赶紧回去。混宝，遇到危险，你知道该怎么办吧？当然保护姐姐。听姐姐的话，拿着这个去找李岩，他可以保护好你，也可以保护好我娘在五金城的安危。姐姐，那你怎么办？姐姐有可以保护好自己的能力，但是如果带上你，他们一定会拿你来要挟我。你，还有我娘，对我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家人。风芷楼，姐姐，快走！真是冤家路窄，这一次，你又想逃去哪儿？让开！你吃的教训还不够多吗？没有龙长子在你身边，你算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敢跟我大声叫嚷！我肯定不能算玩意儿，但你肯定不是个东西。今日，就是你在这五金城的死期！你竟然会吸真气！不然，你以为我是凭借什么在这五金城？装腔作势！看你还能抵抗多久！
是我的孩子在保护我。你怎么会有火风之火？这世上只有战神体质才配有火风之火。谁说我不是战神体质？小鱼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迎亲大典上，我告诉世人真相，我也会身败名裂。少城主的位置本就不属于我，是我太软弱了。我应该早点制止母亲和李洛，那么你就不会死了。你很好，如果不是你这些年苦撑着武清，在城主和君主的荒淫无度下，武清怕是早已分崩离析。李烨，李烨，混宝，你怎么来了？快救救姐姐！李洛派鬼头陀要杀姐姐，快走啊！连衣服都嫌弃跟你一起死，真是晦气。楚墨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感应到你没有危险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哥哥，你怎么那么容易就上当了？所以说，好好的为什么要让自己有软肋呢？连龙珠都没有了，还敢违反圣地禁制跑出来，那滋味应该很疼吧？你们到底把他怎么了？我们把他怎么了？他为了见你，消耗了所有龙神之力，他现在就是条废龙。你说是谁把他害成这样的呢？我们快去苍龙阁，我已经没有了龙珠和龙神之力，我们打不过聂荣臻。以鬼头陀的实力，凤芷楼不死也应该重伤才对，怎么回事？不用看了，你的手下已经灰飞烟灭了。凤芷楼在哪儿？他呀，跟着我大哥当亡命鸳鸯去了。龙长子不是被关押在圣地了吗？我那个大哥，为了救凤芷楼，竟然不要命的冲破了圣地禁制，真是可笑。回去告诉圣地，五金圣女说了，如果迎亲大典上龙长子不来，那么哪位龙子来，哪位就是最后的龙帝。期望越大，失望就会越大。我大哥抛弃了你，你现在应该知道选谁了吧？楚墨商和凤芷楼还没死，你急什么？放心吧，我会找到他们，我会带着礼物去见你，到时候你可别让我失望。我看就是心疼自己妹妹，舍不得自己少城主的位置。我现在过去把黎洛给咬死，这样的话大家都省心。混宝，你杀了黎洛，就等于杀了五金圣女。就算她是假的，龙帝也绝不会放过你。哪怕解释黎洛和我母亲的事情，他们也只会当成我们在为凤芷楼和龙长子开脱责任。五金圣女，五金圣女到底是什么？难道那些异界妖魔真的会害怕黎洛这样自私的蛇蝎啊？是啊，混宝，凤芷楼才是真正的五金圣女。那么她与龙族联姻，又代表什么？连龙族和人族都想不明白的问题，你问蛇啊？喂，
喂，我是蛇，我咬你一口，你肯定会中毒的。我天生有毒，这可不能怪我。小鱼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赶紧出来救救他！小玉，真的是你吗？小鱼当时有多危险啊！要不是我姐姐医术了得，将小鱼救了回来，以假死的方式安排他逃脱城主和黎洛的掌控，你小子现在会有这般美事儿？姐姐什么都安排好了，不知道她自己怎么样了。他们3人之后怎么回来？你现在没了龙珠，岂不是任人鱼肉？放心，我会尽快向父王讨回龙珠。可是你放弃的，那是龙帝之位，你会不会后悔？我追求的从来不是龙帝之位。我现在已经有了以往不敢设想的珍贵宝藏。是我疏忽了，我忘了龙族不需要吃人类五谷，而是靠吸收天地灵气。仔细想来，从我们同房开始，你就已经不思饮食了。我还以为是我自己心情不好，所以没了食欲。我从龙王令的书上看到，自龙子怀胎，他就会一直吸收我体内的养分，直到出生。楚墨商，你说我这个样子，会不会只能跟你做3年半的短命夫妻？怀孕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，天地灵气我会给你，但是这个圣地印记的空间坚持不了多久，聂荣芷随时可能会摧毁这里，到时我们2个都得死。那怎么办？记住我接下来说的话。那好的，回楚斋，保护好自己和孩子。放心，我会回去找你。商，圣地印记的结界保护不了你多久，没有龙珠的你就是个废物。识相的话，快点出来！我若撕碎圣地印记的空间，你和凤芷楼谁都别想活。我数到3，可就动手了。3。真是心机深沉，善于隐忍。第一次你阳毒失败，第2次利用我与楚墨商之间的羁绊，引他失去龙珠，也要从圣地回到我身边。你还真把自己当长嫂来教训我，连说话的语气都跟我大哥越来越像了。你如此大动干戈，不就是想借这次机会解决掉我？哼，是，你一日不死，我永远是父王退而求其次的选择。至于他，就更留不得了，竟然还怀有我们龙族的血脉。看来真是又多了个麻烦。拿好护心铃，去楚斋，我会去找你。你务必小心，一定要来找我。
楚墨生，我看你是被秦心爱冲昏了头，竟然不要命的拔掉护心灵，你今日死定了！怎么站在外面？你还怀着身孕？走，进屋子里。我特意托人从五星带回的糕点，吃点甜的，心里就不苦了。真甜。自打和你相识以来，你总是不让人省心，处处惹麻烦，脾气又倔，总是得罪人。你也不要怪我父王，他实在是没有法子了。娶了我这样的人，让夫君费心了，让你在家里受了那么多的委屈，为难你了。好在我能帮你打开慧根，助你午休。娘子聪慧，不喜他人教条，吃了亏长了教训，办事做事也渐渐沉稳。楚墨生，我知道你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是你不要丢下我好不好？我们和孩子还有未来，对吗？等这件事过去，父王就会明白我为何要娶你。至于孩子，品性随你，我自然是放心的。只是要教他不要像我这样板正，总归是太累了。楚墨生，我不喜欢你说的那些话。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把聂荣芷已经解决掉了？我知道，我现在还在梦里。楚墨生，你如果没有了龙珠，你就会受制于聂荣芷。他一旦当上了龙帝，他绝对不会允许有你的存在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也是我技不如人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芷楼，我们的责任从来不是成为龙帝龙后，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我知道，我们一直都是心意相通的。我在来之前也跟婚宝说过同样的话。你要守护家人，甚至凤家庄，但不一定要成为五经圣女。我要守护圣地，也不一定要成为龙帝。我是龙神，万年寿命。我对这世间每一寸土地和生灵都充满情感，守护我所珍视的一切，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。可是我会让你的路变得越来越难走。芷楼，你救了我的性命，没有你，我不会解阳毒，也不会活下去。但我娶你，不是为了报恩，是责任，是情不知所起，是本能，是天性的吸引。姐，现在什么情况？
混宝，你现在跟我走，少主和凤芷楼他们出事了。走。抱歉，以后你要一个人走下去了。但是我的护心灵会一直保护你。不要，我不要一个人。凤儿小姐，凤儿小姐，凤儿小姐，快醒醒！凤儿小姐，凤儿小姐，发生了什么？我这是怎么了？楚梦商呢？你晕倒在大门口，是我们将你带到此处。凤儿小姐，你手里拿的是少主的护心灵。楚梦商，楚梦商，你醒醒！只是暂时维系住了少主的性命，但他伤得太重，五脏俱损，已丧失意识。没有龙珠为他恢复，少主很难坚持太久。我们已经束手无策了，怕是无力回天了。什么无力回天？就是医术不精罢了。怎么可能？他是龙族圣地的少主，他怎么可能会死？我们没能保护好少主，我们愧对于你，我怎么就是只鸟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少主，回主宅。少主或许已经预见了自己的下场，提前拔了自己仅有的一片护心灵给你，用幻境阻止你发现真相。万年来，少主背负着圣地龙族的生命，他总是一个人辗转各地治灾斩魔，从未抱怨过。为了防止自己陷入险境，少主将自己的逆鳞化作了圣地印记，里面有他一部分的龙神之力。可现在印记莫名到了你的手上，你也感受到了。每当你陷入险境，少主的神力都会保护你。如果龙珠还在少主体内，也许能帮他慢慢恢复伤势。但龙珠被圣主夺走了，要挟少主放弃你，与黎洛成婚。没了逆鳞，没了护心灵，少主又与聂荣芷大战，耗尽了最后一丝神力，神魂溃散。如今，就算龙珠回到少主体内，也很难唤醒他。他只剩下一副躯壳了。你怎么样？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少主如今身负重伤，若是聂荣芷成为龙帝，圣地和长剑会怎么样？楚梦商，我从来都不知道，你给我的圣地印记、玉佩、护心灵是如此的珍贵。原来，他们就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。我不管你什么时候消散，我不管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，我都要把它们慢慢拼起来。我一定要你恢复如初。少主的神魂，少主的神魂寄宿在护心灵上，怪不得我刚才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我梦到他
好端端的在我的面前，那也不是完全的吗？是他的神魂一直都陪着我。龙族此生只会将护心灵交给最爱的人，因为护心灵下面是龙珠，保护龙珠就是保护自己的生命。少主将护心灵交给你是他的选择，他一定觉得你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。我想少主无怨无悔。即便是把护心灵还给少主肉身，没有龙珠护体来恢复龙神之力，他的生依旧是无力回天。龙珠可以救他，你们立刻回圣地。万万不可！少主是宁愿放弃龙珠龙帝之位来到你身边。飞远、白鹿，我凤之龙再次请求二位立刻回到圣地，禀报龙帝，楚墨裳之所以要坚持与我在一起，是因为我已怀有龙子。若我只是人族普通女子，3年之后我将龙子产下，我必定无法活下去。无论他们相信与否，我就是5境圣女的血脉。龙子，这是上天的恩赐，龙族和龙族的联姻都很难再降生龙子。我一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混魔在外边给您做了隐身结界，您如果要出去，请务必小心。你们快去快回，我在这里等着你们。我们定将龙珠带回。楚墨裳，你说圣地的人会相信我们吗？芷楼，你现在见到的是我的神魂，护心灵里有我的神魂碎片，我才能幻化出来。但是，我也只能陪你片刻。楚墨裳，你为我做的一切，我都知道了。你怎么那么傻？你把所有珍贵的东西，你都给了我。自我降生以来，我耳边就只有一个声音：作为龙族太子、圣地少主、龙帝继承人，我必须要变得更强大。只有我变得无比强大，我才能守护圣地和长界。这也成了刻在我骨血里的使命。为此，我从来没有抱怨过、抛弃过、质疑过，直到遇见你。说来也可笑，在人们心中高高在上、无所不能的龙神大人，也是一个会被亲人背刺、会被阳毒折磨、会让父亲失望的可怜虫。但也正是这些软弱痛苦的时刻，让我感受到我真实的活着。谢谢你，芷楼，是你让我知道我可以守护天下，但唯独守护不了自己。我一点都不后悔，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护你安危，带上孩子，好好过自己的生活。如果我们2个只能活下来一个，我希望是你。这也是为什么我把护心灵留给了你。这样看自己，还真是有点奇怪。就算只有一丝希望，我也不会放弃。想点开心的事情吧。我计划着把一切事情都解决完以后，我们就一起回到凤家庄。如果你想把孩子带回圣地，你不要对他太过严厉。我还是希望
他能像你一样，在凤家庄自由野蛮的生长。比起龙子，我更希望是龙女。我相信你，一定会在圣地让他开出不一样的花。楚母上，你说龙死以后会变成什么？龙死了以后，一切都会反璞天地。人族的生命短暂，到最后是黄土一跑。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，在不远的将来，我们会在很近很近的地方再次相遇。你说呢？字句斟酌心间，问如今好吗？一别后12年，只剩下牵挂。海誓山盟，等待中崩塌。小小年纪竟有如此手法，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。小玉医术师承储医馆，可以配得上司药局掌事的位置。我记得五京城有此技艺的，也就只有储医官了。他是个老顽固，只说要把他的医术传给他认可的弟子。他果然没有看错人。我想芷楼了，我想这样每天抱着他。下次见面，你就可以这样抱着他了。小鱼，时辰快到了，我们该走了。最近一直没有听到芷楼来，你们告诉我，他是不是遇到什么危险了？月姨，芷楼与龙长子情投意合，但因我妹妹黎洛与他有婚约在前，龙长子为了跟芷楼在一起，放弃了龙神之力和龙珠，最近又惨遭暗害，现在我们也在等他们回来。你们知道黎洛为何能成为五境圣女了？我和芷楼就是五境圣女的后代，凤家庄是五境圣女的故乡。奈何你母亲从中万般谋算，芷楼与龙族少主能在凤家庄结缘，一切都是命中注定，他们是天作之合。对不起，月姨。不怪你，月姨没事。芷楼与龙族少主之间，万般皆是命数，所有的考验都是必将经历的劫难，只有渡劫才能重获新生。上古龙神和五境圣女才能庇佑他们。以前我是被母亲的身份迷了心，瞎了眼，我怎么可能会有黎洛那样的女儿？给小鱼添麻烦了。小鱼，你愿意照顾我，我心里十分感动。虽然我看不清你，但我能感受到你一直在我身边。谢谢你，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少主的气息越来越弱了，我看到他们又进了苍龙阁，
少主若是神陨在苍龙阁，姐姐没有了龙神之力，将会被困在苍龙阁之中，再也出不来了。怎么办啊？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混宝，你别慌，龙王令上有记载，上古时期五经圣女遇到生命危险时，人们将圣女传送回来的办法。龙王令的书能将五经圣女传送到五经城任何一处的圣女祭坛。这么说，我们可以将姐姐和少主召唤回来。五经城的圣女祭坛就在战神殿，你跟小鱼拿着我的腰牌和书，趁无人再去。放心，我会拖住黎洛和我母亲他们。走吧。混账！如果我喝这些没用的不要管用，我用得着喝月娘的血吗？月娘呢？凤芷楼呢？人都抓到了吗？他和圣地少主现在在城外，明天之前绝对不可能回来。事情没发生之前，谁都不可能说绝对2个字。如果凤芷楼回来了呢？龙长子没回来呢？龙长子回来了，他会心甘情愿带你去圣地？哼，到底是我的好母亲，你都能想到的，我会想不到。回来！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想什么跟你没有关系了。至于这药这么金贵，之所以给你喝，只是不想让你死在我去圣地之前。你回来！你瞧，即便你取得了前往圣地的资格，在别人眼中，你还是被楚墨商给抛弃了。他为了凤芷楼，还是不要命的回来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楚墨商到死都不愿意选我？你看，这是什么？你把他杀了？这是我的礼物，五经圣女只能是我的妻子。好啊，等我成了龙后，我要杀了凤芷楼，灭了凤家村，谁都不能阻止我。再加个楚墨商就更好了。无论是龙帝之位，还是五经圣女，都是我的，也只能属于我。因为只有胜利者才有权利写下战功。你说的对，我们果然是一类人。雷燕这个时候还是管用的，幸亏有他的腰牌开路。烽火雷电，气急如风，动如雷霆。五经圣女感应无知召唤，速现！我就说龙王令是骗子，说的都是骗人的。要是姐姐和少主出事了，我先把那2个恶婆娘给吃了。烽火雷电，气急如风，动如雷霆。五经圣女感应无知召唤，速现！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我刚看到姐姐的影子了，现在咱们该怎么办啊？凤二小姐，我们带着圣地的黑白圣使来了。
姐姐又变弱了，神去哪儿了？神去哪儿了？按照你们所说，如此重伤的龙长子，即便将龙珠归还，恐怕也难以恢复了。你个老东西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少主没有龙珠没法恢复，他怎么可能会死？他怎么可能会死啊？少主逆鳞化作圣地印记，他人无法触碰。帮少主防御治愈者被攻击的伤害，但圣地印记到了凤轾楼手中便无法取下。少主又不愿杀凤轾楼，只能以龙珠治愈伤害。少主如今神魂在护心林内，但还在凤轾楼手中。现在他没了踪影，如何疗愈？在失去护心林那刻，少主怕是早已存了必死之心，没想着自己龙珠能回来。够了！你们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少主都快要死了，我们如何对得起少主和凤儿小姐的嘱托？这就是你们想要的结果。我们想要的是保住圣地和长界，不让魔族入侵。既然已成定局，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将五经圣女战袍送到五经城，尽快完成五经圣女与龙族的联姻。只是联姻的龙子只能换人了。那少主的龙珠留下来也是无用，还是带回去交给龙帝吧。你们在圣地高高在上活了万年，不是冷心冷面，而是没有心。龙珠必须留下，龙珠必须留下。如果少主殒命反噬天地，我和白鹿会把龙珠带回圣地。现在哪怕有一丝生机，谁都不能把龙珠带走。飞燕，你不要命了！把龙珠留下！飞燕。龙珠可以留下。既然你们愿意等待神迹，那就在此处等候吧。记住，不要忘记你们的使命。圣地与五经联姻大事，你们两人必须回来帮忙一起操持。飞燕，少主真的没救了。不，一定有办法。我们从进门就没有见过凤轾楼，他不会轻易带少主离开。如果有一线生机，我们就不能放弃。飞燕，你最近真是意外的可靠。少主平时那么可靠，我迷糊一点也很正常。以后换我来保护你。圣主，带我们去查看少主的情况时，一切都已经太迟了。少主回天乏术啊！来，我的长子，父王，龙族的继承者，若圣地结界崩坏，你需到长界找到龙王令，迎娶五经圣女的后人为龙后，才能修复结界，拯救龙族与人族啊！必不辱使命。伤这孩子生来背负太多，但从未跟我要过什么，只是在迎娶五经圣女这件事情上，第一次忤逆了我，所以我才取出她的龙珠作为惩戒，但我从未放弃过她，因为
他是我心中最合适的龙帝人选。圣主，大错已经酿成，我们该为接下来的事情做准备。你们带着五经圣女的战衣前往五经城，只说龙族将换次子来联姻，待迎亲五经圣女到圣地，我会将龙帝的位置传给芷，让他们成为新任的龙帝和龙后。结界崩坏越发严重，你这是又去了何处？真是难得，父王竟然开始关心我的去处了。哎呀，你知不知道你哥哥即将神陨？难道你没有半点愧疚吗？愧疚？我为什么要愧疚？明明是哥哥放弃了龙帝之位，是他不务正业，昏庸懦弱，而你呢，父王？你冷酷无情，夺走了哥哥的龙珠，难道你就不知道龙珠对我们龙族的重要性吗？你与哥哥造成的这一切，你们都不愧疚，为什么我要愧疚？你这个孽畜，竟然如此冷漠！冷漠？冷漠不好吗？身为龙族肩负重任，就应该摒弃那些无用的性情。父王，平日里你满心满眼都是哥哥，哪怕他一次又一次的忤逆你，你都不在乎。而我呢？我永远站在你的身边，你从来都没有正眼瞧过我一次。放肆！怎可如此态度？我与父王讲话，你插什么嘴？我告诉你们，现在整个龙族的重任都交到了我的手上，只有我才能成为龙帝，只有我才能迎娶五经圣女。上经历过的事，做过的事，你没经历过，你未必做得到。父王，你还有得选吗？我就是你的唯一，你没得选。这一切全是我一个人造成的。收拾一下你这不成体统的样子，去五经城战神殿。聂荣芷必不负重托。这里是五经战神殿，我们怎么会来这里？在凤家庄，你是一个人。现在有很多人在等着你，你就是他们选出来的五经圣女。即使有人可以嗜血伪装成圣女，却也无法被龙王令的古籍召唤。原来龙王令上早就记载了如何验证真正的五经圣女。这是什么？上古龙神和五经圣女。楚墨伤，若这是最后的时光，我希望未来想到此刻，不会留有任何遗憾。我既有缘被我的同伴召唤回来，我凤芷楼在上古龙神与五经圣女的见证下，在此立下誓言。我与楚墨伤，无论他未来是生是死，我与他生死相依，荣辱与共，此之不渝。我龙族楚墨伤向上古龙神和五经圣女起誓，此生守护凤芷楼，不分你我，彼此尊重，矢志不渝，生死与共。手握着你给的滚烫的那一份信仰，迎着眼泪为着梦，执着生命里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楚墨伤，
你回来了。是上古龙神，把他的龙神之力传给了我。原来上古龙神与五境圣女都知道，我们之间早已不需要任何契约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是少主的气息，他一定想到自救的办法了。走！异界魔族，休想伤我同类！如果可以，我真的很想和你一样，再活千年万年，共同守护这片土地，守护我们所珍视的一切。人族寿命有限，但我们子子孙孙会替我们守护长界和圣地，守护天下苍生。所有龙族听令，圣地与长界再遇劫难，龙族唯有找到如五经圣女这般品性的人族，彼此信任，并肩作战，方能度过天下苍生之劫。原来上古龙神和最初的五境圣女，不仅是战友、挚友，还是爱人。所以上古龙神与五境圣女之间，不仅仅是联姻，才可以拯救苍生。所以芷楼，你就是我真正的五境圣女，是你让我找到了龙族真正的龙王令。李烨，姐姐被我们召唤而来，可我们被挡在门外，姐姐还在里面。看来我们只能在此处拖延时间了。哟，今天刮的是什么风？一向看不上眼的少城主，竟然也会主动在战神殿外等候。你要去圣地了，当哥哥的，此事要送你一程。这就对了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等我嫁去了圣地，少不了照顾五京城，到时候你还得靠着我。你还没有成为龙后，母亲就被你关在长生殿不得见人，我们怎么指望黎洛郡主那点亲情？母亲不想出来，是因为她自己不愿见人。是，这么重要的场合她都不肯露面，要强一辈子的她，为了你到圣地，真是用心良苦。难不成你还想拦着我去见圣地的人？你别忘了，少城主，你现在没资格管。说的好像你有资格一样。我是五京圣女，我看今天谁敢拦我加冕。来人！凤芷楼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那你觉得我们应该在哪儿？哼，也是，你们的死活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今日聂荣芷就要给我送来五京圣女的战袍，为我加冕。龙次子旨，为五京圣女黎洛送来战袍。凤芷楼，哥哥，你不会以为现在出现在这里能改变些什么吧？你就这么怕出现什么意外吗？哥哥真是每次出现都让人意外惊喜啊！恭喜少主平安度过生死大关，
真是太好了！圣主在圣地知道的话，定会欣慰不已。少主，我等原是奉龙帝圣主之命，将战神金丝锦袍送到五京，明日举行迎亲大典，让龙赐子旨迎黎洛郡主到圣地。你竟然今日平安归来，那么这迎亲之人，白衣圣使。现在与五清圣女联姻的人是我，难不成你想擅自做主，换人不成？和五京圣女联姻的人始终都是龙长子，换做你的原因，不正是因为龙长子出事了吗？好，好，我想你们误会了什么。我说过，我不会娶黎洛，也会阻止圣地和黎洛郡主联姻。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跟聂荣芷抢什么东西，而是因为我已经知道了龙王令真正的意义。龙族和五京圣女，并不是要靠联姻才能拯救圣地崩坏。少主，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回圣地跟圣主说。有关迎娶五京圣女的事情，我们必须今日给五京一个交代。这就是五京圣女天下独一无二的战袍，请五京城妥善收好。五京圣女独一无二的战袍，那么如果冒牌货穿上，又会如何？哼，区区战袍而已，还能改变我五京圣女的事实？传令下去，重兵看守五京圣女的战袍，任何闲杂人等不可入内，不得有任何闪失。遵命。五京圣女战袍交接完毕，静候明日大典。我们在圣地静候您归来。姐姐，少主，你怎么样了？姐姐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，姐姐。我们都没事，好啦。芷楼，你没事我们就放心了。过不了多久就可以拨开云雾见青天了。少城主费心了，我的妻子我会照顾好的。少主，你误会了，我对芷楼一直都是钦佩之情。是的，少主。你哥哥好像并不支持你嫁去圣地啊，说不定明天联合凤芷楼大义灭亲，毁了你的迎亲大典。你没资格说我，你不是说把楚墨商给杀了吗？他现在怎么完好无损的回来了？你在玩我呢？回来又怎么样？难道能取消掉你我的婚约？现在圣地没有人可以左右我，倒是你，若是明天敢给我出差错，我绝不心慈手软。郡主，既然你已经选择了龙子旨，就必须跟他统一战线。我们现在唯有阻止少城主和凤芷楼他们破坏迎亲大典。至于龙子商，龙子旨定会解决，我们无从干涉，也无力干涉。杀了，杀了，全部都给我杀了！哎呀，郡主啊，稍安勿躁啊，莫要自乱了阵脚啊！你也给我闭嘴！
锈迹斑驳的剑刺破了晚霞。就走到这儿，我会很快从圣地回来。放心，这次没人再能伤我。往事浮沉，醉了一刹那，梦中梦见远去的他。如果瞬息颠倒，日月都阴哑，风乍起抖落一束飞花。你眼眸的方寸，倒映着谁的芳华？如果变幻莫测，不辨真与假，相思会在我眉间刻画。抓不住的流沙，你转身奔赴天涯。万事小心，我等你回来。商，你平安回来就是为了和我说你亲眼见到了龙王令的真相，而凤芷楼才是真正的五经圣女。难道这些还不够吗？凤芷楼到底对你使用了什么妖术，让你心甘情愿配合他演戏假死，博得父王的原谅，让父王同意你们的婚事？我办事从来光明磊落，不屑于使用什么阴谋诡计。父王连这都不再相信。我们只管见证真相。好，但你说凤芷楼是五经圣女，那为什么圣地结界还在崩坏呢？你不要胡搅蛮缠。龙王令的意义从来不是靠一场联姻就可以拯救圣地结界。你这样排斥我和凤芷楼，是怕在迎亲大典上，上古龙神不认可你吗？上古龙神不认可我，还是你们不认可？黎洛郡主已经验证为五经圣女，她选择了我。同样是拯救圣地，那为什么偏偏我就不行？你已经选择了凤芷楼，放弃了龙帝之位，到底是谁在胡搅蛮缠？既然如此，明日在五京城战神殿的迎亲大典上，黎洛与芷的迎亲仪式照样进行。我同意你和凤芷楼的婚事，但不要打扰龙王令的完成。好，但我要求明日我和芷楼到场观礼。随时欢迎。父王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我愿意妥协，不是为了和芷楼在一起。我们两个的事情，从来都是自己的选择。终有一天你会明白，圣地会为自己的愚昧和自负付出代价。少城主，你真的已经决定要在明日的迎亲大典上揭发黎洛和李月的诡计吗？明日我会以城主的身份出席迎亲大典，向母亲、圣地、全天下交出我的母亲黎洛以及我的罪己诏。可是罪己诏也会让你失去一切。我已经拥有最珍贵的东西了，等这一切结束，城主之位就会回到你身上。芷楼，我们能拥有你这样的圣女，就算有魔族入侵，各族也会在你的带领下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团结。我从小在凤家庄，只是个人人喊打的废物，从未想过什么五经圣女、城主。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来到五京城，早日出人头地。可是当我真正站在这里时，我才发现，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虚无。我现在已经找到了真正的意义，与爱人并肩作战，守护天下苍生，才是我唯一祈愿，与我身份无关。五京城能有你这样深明大义、爱民如子的城主，才是最正确的。姐姐，不好了，我们在司药局没有找到月娘。妍儿，你是来看我的吗？母亲，请你将城主之位和月仪交给我。
关于凤芷楼母女身份的事情，我已经拟好罪己诏，明日会公之于众。你不要再挣扎了。我的儿，我们都不是五经圣女血脉，就应该把位置还给凤芷楼和月娘吗？难道不该吗？我们孤儿寡母，如何一步步走到如今？你是再清楚不过。这些本来就属于我们，他们凭什么想坐享其成？母亲，分明是你抢走了别人的一切。李烨，我是你娘，我给了你一切，包括你现在少城主的身份。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开始。五经百姓认可的，从来都不是一个拥有五经圣女血脉的城主，他们只是畏惧，他们更需要一个给他们带来更好生活的城主。母亲，杀了这个逆子，你若今天不杀他，明天他就会杀我们的。来人，将黎洛郡主给我拿下！李烨，你个混蛋！给我把黎洛郡主放了，她是五经圣女，即便你们明天把罪状公布出去，也没人敢相信。我是夏日城主，这些兵都听我的。母亲您老了，该休息了。但黎洛做错了事，伤了人，我关他合情合理。把他给我押回去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能放他出来。是。走。李烨，黎洛是你妹妹，她是五经圣女，你不能这么对她。李烨，就算你不说，我也能找到我娘。你以为这样就会让我屈服吗？来找你的人不是我。黎洛，你知道的，我真的会大义灭亲。说吧，你们把月衣藏哪儿了？哥哥，我从小就被告知一定要成为龙后，我现在马上就要成功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是你？难道从小到大，你对我的宠爱都是假的吗？你妹妹就是用这样的声音，当初骗过我娘的吗？凤芷楼，你总是这么自私。我原本不相信，小时候我总抱着你对母亲说，我的妹妹将来会成为五经最棒的圣女。你联合外人对付我，凤芷楼不过就是用了美人计，让楚小鱼到你身边勾引你，你就被离间了。你听着他们的话，自毁前程，也要坏我的好事吗？只可惜，你长大了，也变了。你变得容不得别人说你，变得只会指责别人。所有人都有错，唯独你没有。就连我这个你曾经最喜欢的哥哥，你也看不到半分的好了。为了成为无经圣女，我明明都已经那么努力了，你们为什么还要抢走我这辈子唯一的目标？这就是我唯一要做的事情。我们走吧。他说不出任何关于我娘的事情。不出一个时辰，我就会从这里走出去。凤芷楼，你给我等着！你娘是我娘的手下败将，你也会是。你嫁给楚墨商又如何？我才是最后的龙后。龙后，五经圣女，这样的词从你的嘴里说出来，还真是可笑。你若是将希望寄托于他人身上，那你被蹬掉的那一天，你将什么都不是。走吧。李月，你到底把我娘藏哪儿了？这就是五经圣女求人的态度。哦，不对，
你现在还不是五经圣女，我的女儿才是。李艳还是心太软，如果我是她，决定站在你这边的时候，就会第一时间杀了我和黎洛。我只要带着我娘离开，五京城所有的一切，包括圣地，我都不在乎。说得轻巧，我怎么相信你这些鬼话？你想让我怎么做？凤芷楼，你现在和龙长子是夫妻，我杀不了你，但我掌握着月娘凤家庄，你也杀不了我。我只需要你证明自己不是五经圣女血脉，就一切迎刃而解。五经圣女从来不是血脉这么简单。验血没那么简单，为什么圣地要验血？为什么你娘的血会让我青春永驻？那是上天对五经圣女曾经贡献的恩赐，福泽到她的子孙。算了，我不听你给我讲这些大道理，我只需要你听我的，接受不接受我的条件。你有本事杀了鬼头陀，应该已经到五经圣女的战神体了吧？是又如何？凤芷楼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为什么能平安活到18岁？是我爹和凤家庄的保护。因为他们让你当了18年实实在在的废物，所以我在五京城从没在意过你。百越，这是一颗魔族丹药，专门克制长戒午休之人的慧根。我要你再次变为废物，保证黎洛顺利当上龙后，我自然会放了你娘。天下苍生，还是我志气，一定要牺牲一边，就没有两全的结局吗？你们看，谁回来了？姐姐，这是少城主。是我，月夜，你的眼睛。城主有令，为保证迎亲大典顺利进行，重兵把守五京城。姐姐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答应你，但我要先见到我娘。你比你娘聪明多了，我喜欢和聪明人说话。来人，把月娘带上来。芷楼，娘，凤芷楼，别忘了。还有整个凤家庄的人命在我手上，即便你再厌恶曾经的族人，作为圣女后代，也不能看着无辜百姓惨死吧？芷楼，你别信他们！别吃啊，芷楼，芷楼！芷楼，芷楼，娘，娘，芷楼，
没事就好。你的眼睛是，你比我想象的还要美丽。是娘拖累了你，让你受苦了。娘，不哭，以后的日子都会越来越甜。我一定会带你离开五京城，我们一起回到凤家庄。娘现在虽然没有什么武秀，帮不了你，但是你要相信，上古龙神和五京圣女不会放过每一个贪婪的人。你有没有想过，黎洛到了圣地后，也要肩负起圣地的一切，包括龙后的职责？我们是人，不是神明，他办不到也是合理。可是他享受着人们给神明的供奉，就要尽到他该尽的责任，凡事都要有代价。走。姐姐，你没有慧根了。凤芷楼，你的条件我和城主都已满足，希望你能信守承诺。至于少城主，城主说他明日无法出席迎亲大典，劳烦您代为送亲。为防止你再做出什么奇怪的举动，请随我走吧。放心，我会保护好自己，不然将来怎么守护五京和你？让你们给本郡主梳个头，梳得我疼死了。选的胭脂又粗又糙，想死是吗？滚！黎洛郡主的脾气还是这么暴躁。所以我才是独一无二的，不是吗？你可悠着点儿，圣帝可不喜欢这样的王后。我才是五京圣女，由不得他们喜不喜欢。我听说今天五京城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，如果你们明天敢坏了我的大事，我绝不轻饶。芝，如果我不是圣女，你还会迎娶我吗？就算你不是圣女，你也要给我披着圣女的皮，直到我成为龙帝为止。我们之间不谈感情，只有交易。哥哥，你看见了吗？今日我就要迎娶五京圣女了。你自己选的妻子，不要后悔。后悔？千年来，人们只会记得龙帝，谁还会在乎龙帝的妻子是谁呀？我不像你心怀天下，我只知道，今日你错过了龙帝之位。等你理清了你妻子的真实身份，再来和我说吧。哥哥，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最美的时刻，只可惜你已经看不见了。幸亏我看不见，我幻想的妹妹出嫁时，从来都不是如此场面。那还真是委屈了你呢，要陪我在这长界走完最后一段路了。等等，人还没到齐呢，着什么急？来做什么？凤芷楼，
你竟出尔反尔！我来参加迎亲大典，有什么不可以的？我们现在去战神殿，向世人说明一切。哥哥，我本不想说出你的谋逆之举的，但你实在是太过分了。这是城主，城主了。凤芷楼来到吴京城，你霍我儿李艳，他俩联手给我下毒，导致我变得如此人不人、鬼不鬼的样子。不曾想，他们如今竟然想要混淆五经圣女血脉，成全龙长子与寻常女子的男欢女爱，放弃我们长界和圣地。难道就因为凤芷楼嫁了龙长子，我就应该心甘情愿地把龙后之位让给他吗？母亲，今天就借着圣地龙族道场，我一定为你讨回公道。今天是黎洛郡主的大婚之日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人、任何事打扰到他。来人，给我把凤芷楼和李艳捉拿到地牢，待迎亲大典结束再审问。你们母女两个怎么不去五经说书啊？快呀，抓起来呀！母亲，郡主，咱们还是赶紧进去吧，别误了迎亲大典的吉时。黎洛不是五经圣女血脉。你看看李月那个样子，什么样的人才会变成这样？血毒之症，看来是饮了禁忌之血，遭到了神力的反噬。命不久矣啊！此乃李月和黎洛的所犯罪证，以及我的罪己诏，请龙子查阅。大胆五经圣女，连我们都敢骗！不，我是真的五经圣女，我没有骗你的。我的罪己诏句句属实。放心吧，死不了。聂荣芷，你到底还要错到什么时候？我的事情不需要你来管。起来吧，瞧把你吓的！在盛世来之前，迎亲大典不得出差错，去整理一下吧。聂荣芷，这就是你的选择？不然呢？你和凤芷楼结为夫妻，也没见得圣地变好啊。难道要告诉父王，是龙王令骗了我们？不是龙王令骗了我们，是从头到尾就理解错了龙王令真正的含义。我这将死之人，还能带走五经圣女，值了！魔族血刃的伤口是不会愈合的。
风之楼又吃了魔药，没有无效，现在必死无疑了。哥哥，你不会真以为我不知道李洛是冒牌货吧？今天发生这么多事，可真是有趣。不过，龙帝之位现在是我的了。楚墨生，我要死了，对不对？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楚墨生，我疼，好疼。我在你身边呢，你能熬过去的，对不对？一定会熬过去的。你肯定就是趁我受伤的时候对我图谋不轨，占我便宜。任谁看见我们两个，都会觉得是你觊觎我，想占我便宜。你是男的，是雄性，雄性也是男的。男人在外面就是要自尊自爱，不做烂白菜。那你有病！仰望力量，倔强生长，只为一生。我还有个更重要的问题，你们的龙族太子平时都会斩妖除魔，我以后有没有机会可以跟他一起并肩作战？这可是我从小到大最大的梦想。我跟你发誓，在印记取下来还给你之前，我保证跟你寸步不离的。人生若一次，不足爱荡气回肠。只愿你能给我一生回响。五京城不过就是比凤家庄更大的一个凤家庄而已，大不了我就跟他们拼命。你和五京城城主的女儿早有婚约在身，就此划清界限，互不干扰，各负使命，才是正途。若是我不愿意，楚墨生，你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不要丢下我好不好？万事小心，我等你回来。拼过，伤过，痛过，忍过，失或醉倒说，仰望力量，倔强生长，只为一生无望。手握着你给的滚烫的那一份信仰，执着生命里的伤，那是我心中的狂。人生就一次，我要我爱的坦荡，也要年岁世俗中生听我狂。一切很快就会过去了。吉时已到，神殿行礼。
龙王令分明预示，如今圣女与龙帝大婚之日，羽冠会自动变成龙后发誓，美艳绝伦。为什么我在她身上看不到一点儿圣女的迹象？再等等看。从出生起，我的身上就流淌着五境圣女的血脉。上次圣帝已经验证过了，如果你们不愿相信，那我今天就以死明志。你听着，没人能够质疑你。莫要胡来，这里无人不承认你们的身份。仪式继续。五经圣女，开启龙王令。五经圣女，开启龙王令。我们携手同行，共同开启龙帝龙后的宝座。不是邀请我们夫妻参加婚礼，怎么自己先开始了？少主，吉时已到，而且圣帝那边已经……既然如此，就请少主和少夫人就位观礼。芷楼刚刚被城主李月杀死了，她才是真正的五境圣女。哥哥，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？你不能因为凤芷楼死了，就见不得我好吧？这战神殿是上古龙神和五经圣女灵魂安息之处，若是你们触怒他们，可能会给圣帝和长界带来更多灾难。少主，少夫人的事情我们同样很遗憾，不如少主先回圣地如何？不爱。既然哥哥想看，那就让他看。我相信龙神大人的选择。完成龙王令，新任龙帝可以继承上古龙帝的龙珠修为，维护圣地结界，庇护我们圣地子民。好了，是啊。让我成为龙后吧。离我的血不能得上古龙神的认可，生命之树，生命之树！你们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少主，少主，我们得想办法平息龙神怒火。害死了真正的五境圣，触怒龙神殿无忌惮，现在让我想办法。少主，现在不要纠结凤芷楼的死。是。
这是浴火凤凰，死而复生。数落花随流云，数壶酒去无踪。如星月与旷野，沉江的好匆匆。这是成婚第一天，你送我的信物。融化在烟霞中。只有真正的五经圣女，才能激发火凤玉佩死而复生的功效。只是你确实死了一次，也确实会很疼。但你成功了。你要是再不出现，我以为我真的要失去你了。如忽闪的念头，说翻涌就翻涌，那些萍水相逢不爱，人去楼空，你谁没有？一切很快就会过去。这一场海啸。情似一缕鸿毛，成一座孤岛。是我的错，让你担心了。我欠你一次。我们该送上龙子纸和假圣女黎洛最诚挚的新婚贺礼了。我是五经圣女，我从生下来就是。大胆黎洛！来人，把他给我逐出战神殿！我才是真圣女，你这个龙次子，凭什么这么对我？放开！此事你必须回圣地，给龙帝一个交代。少夫人是极阴之体，还能通过龙珠提升战神体质，种种一切都验证你才是真正的五经圣女。请您随我们回圣地吧。天要下雨了，知道打伞了。两位圣使，还是请回吧。我与楚墨商早已成婚，可圣地的崩坏，不还在持续吗？少主，我们还是速速回圣地吧。他说的没错，龙王令说的联姻，并不能拯救我们圣地。我等你回来。商，你说的没错，与五经圣女联姻，并不能拯救圣地的这场浩劫。我们都错了，我们都错了。圣地要完了吗？圣地要完了吗？圣主，龙次子一直都知道黎洛不是五经圣女，该如何处罚？龙族犯错，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说教。有黑白圣使在，我想他们会做出最公正的处决。成王败寇，愿赌服输，我没什么好说的。龙子止触怒上古龙神，罪不可恕，受抽筋剔骨之刑，周而复始，直至得到上古龙神的原谅。父王，哪怕到最后一刻，你都不在乎我，我会让你知道，你会为你今日的决定后悔的。娘，志龙，恭喜五经圣女夺回了属于自己的一切。
可是，如果是搞错了，我不是什么五经圣女呢？姐姐，即便你不是他们的五经圣女，在我们心中也一直是五经圣女。五经圣女的加冕从来不需要向世人证明什么，只需要世人认同。我们的龙后，在我心中世间无人能比，天下第一好。芷楼，五经圣女，你当之无愧。风芷楼，谁让你穿我的战袍？你个贱人，杀你也杀不死，躲你又躲不掉，现在还敢穿着我的战袍！我才是五经圣女，我才是未来的龙后，我才是！是血毒之症爆发了。我的头发，我的脸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这就是现世宝。我不要，我不要成为我娘那个样子！我不要，娘，你救救我！他为了成为龙后，救我！连他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。上帝，我要去上帝，我不能就这么死了。芷楼，去吧。少主要以身献祭，将生命力藏有生命之术，来守护圣地结界。拯救圣地从来都是我们圣地子民自己的责任，少主不够，还有我们。这才是龙帝和五经圣女的力量啊！是啊，好啊，好了，是啊。夫君，帮我抓一服药。简直就是神迹！城主竟然能再次看到，将死药局对我们百姓开放，有点不舒服。这算什么？城主夫人得到龙神的庇佑，连自己的哑病都治好了。神迹呀！对呀，这是神迹，神迹呀！这治好了，治好了。小月，这个这么快就忘了？昨天刚告诉你的。这个是茯苓，这个是党参。
拜托，你靠谱点儿，这么重要的场合，你还比不上混宝呢。混宝能跟我比吗？别看他就是一个蛟龙，那我也是他上级。我可是要成为跟圣主一样威风的蛟龙。你在我眼里就是个臭蛟，你个臭鸟，幼稚，幼稚。如漫漫荒草中，萤火刹那小纵，如两叶枝晚风，拨乱发丝朦胧，如忽闪的念。恭迎龙帝龙后，回归圣地。恭迎龙帝龙后，回归圣地。恭迎龙帝龙后，回归圣地。海沙。青丝一缕红毛，成一座孤岛。是浮生那一秒，绕不开，戒不掉，留我在回忆里微不足道。参见城主，参见城主，参见城主。因生命之树枯萎的缘故，异界不少魔族入侵到长界各族。那我们现在还等什么？如落花随流云，疏忽骤去无踪。如星月于旷野，沉江的好匆匆。如飞雪落掌心，融化在烟霞中。如你惊鸿一瞥，怎我难可一梦？如漫漫荒草中，萤火刹那小纵。如两叶枝晚风，拨乱发丝朦胧。如忽闪的念头，说翻涌就翻涌。那些萍水相逢不爱，人去楼空。你写一枚浪花，这一场海沙。青丝一缕红毛，成一座孤岛。是浮生那一秒，绕不开，戒不掉，留我在回忆里微不足道。